现在，请看一眼今天的日期，7月24日。如果你听过印度占星少年阿比吉亚·阿南德对2026年的说法，你就会知道，这个日子不是普通的一天。在流传的版本里，他为今年圈出了3个需要特别警惕的时段：4月下半月、7月24日前后、11月中旬。而他点名的高风险地区一共4个国家：中国，特别是西北与东北；朝鲜半岛上的韩国与北韩，还有菲律宾。先记住一个画面，把这4个名字定在地图上，再把台湾放进去看，你会发现这张风险地图就围着我们画了一整圈。3个时段里，7月这一段讲得最细，以7月24日为圆心，往前推9天，往后推10天，摊开日历换算就是7月15日到8月3日。也就是说，从上星期开始一直到8月初，这将近20天全部落在他所谓的签危险窗口期里面。而今天正好是圆心，窗口开了9天，还剩10天。你此刻看这支影片的这1分钟，按照他的说法，就站在整个2026年风险曲线的最高点上，不在事前，不在事后，就在正中间。这种时间点很微妙，讲早了是造势，讲晚了是马后炮。只有站在正中间讲，前一半已经可以对账，后一半还悬在半空。预言的成色看得最清楚，这不是我们的判断，这是他的坐标。先把猜危险窗口镜这个词讲清楚。在预言的语境里，窗口不是说那几天一定会出事，而是说那几天出事的能量最强，几率最高。像台风警报的警戒区划进去不代表必然登陆，这是预言者给自己留的余地，也是所有预言争议的起点。但无论如何，正因为这次的坐标画得这么清楚，它才有一个所有预言最怕的特性，可以被检验。日期写死了，地点点明了，那么事后翻开日历，一格一格对，就知道到底准不准。这支影片就是那个对账的动作。所以这支影片要做的事情很简单，也很老实。第一步，把阿南德这个人的来历讲清楚，包括他过去讲中的跟没讲中的，两边都列，不偏袒。这一步很重要，因为台湾的预言新闻有一个老毛病，报预言的时候铺天盖地，对账的时候无声无息，讲中的翻出来吹，没中的当作没发生过。久而久之，观众脑中的命中率被人工灌水灌到失真。第二步，把他对2026年的完整说法整理出来，一条一条摊开，让你看到相对完整的版本长什么样子，而不是标题剪过的样子。第三步，把已经走完的窗口拿出来对账。4月下半月过去了，7月的窗口走到一半了，这段时间世界上真实发生了什么？跟他的说法对得上还是对不上？我们拿着真实的新闻日期一笔一笔记。最后把还没到的11月窗口先架好观察指标，让几个月后的你有一份现成的对照表。预言归预言，事实归事实，两本账分开记，这是我们这个频道一贯的规矩。顺便说一句，为什么台湾观众要在意这件事？不是因为预言一定会发生，而是因为他点名的4个国家全部围在台湾周边。中国的西北东北看起来很远，但北京的任何内部震荡都会传导到台海。朝鲜半岛一紧张，美军在东亚的部署就会重新洗牌。菲律宾就在巴士海峡的另一头，南海的浪打过来，第一个感觉到的就是我们。他画的那个圈，台湾不在名单上，却在名单的正中央。这就是为什么这份预言值得花20分钟认真对一次账。先从这个人讲起，阿比吉亚·阿南德，2006年出生在印度南部的邦加罗尔，那是印度的科技首都，满街都是软体工程师与新创公司。但他的家庭走的是另一条路，信奉印度教传统，重视吠陀经典的教育。父亲很早就让他接触梵文与占星，家里的生活方式极为传统，吃素、诵经、敬牛。一边是全印度最现代的城市，一边是最古老的知识体系。这个少年就在这2个世界的夹缝里长大，而他后来的成功恰恰是把这2个世界接了起来，用 YouTube 的演算法传播5000年前的星象学。按照印度媒体的报道，他从小展现惊人的语言与记忆天赋，年纪很小就开设了自己的 YouTube 频道，频道名称叫 Conscience， 内容是用吠陀占星的框架
讲行星运行与世界局势的关系，一开始没有多少人看。真正让它爆红的是2020年春天，当时新冠疫情刚刚席卷全球，各国封城，人心惶惶。有人翻出他在2019年8月22日上传的一支影片，影片标题大意是说，从2019年11月到2020年4月，世界将面临严重的危险。时间框架对上了疫情爆发的曲线，这支影片瞬间被疯传，观看次数冲上数百万，频道订阅一路冲破100万人。回想一下2020年那个春天的气氛，你就懂这件事为什么会发生。全世界被一场没有人预见的瘟疫打懵了，科学家还在争论病毒的传播模式，政府的说法一天三变。而这时候，网络上出现一个少年，有人说他半年前就讲过了。在集体的恐慌里，有人早就知道这5个字比任何解释都疗愈。各国媒体跟进报道，从印度到东南亚，从中东到台湾的电视台与新闻网站，一个当时只有14岁的少年，一夕之间被冠上来印度神童雀的称号。台湾媒体给他的版面尤其惊人，此后几年，他的名字成了新闻网站的固定关键字，每支新影片都能换出10几篇报道，标题一篇比一篇耸动，他的背景也跟着被挖出来。媒体报道说，他修习阿育吠陀相关课程，年纪轻轻就拿到研究所层级的文凭，会梵文、英文等多种语言。镜头前讲起行星相位，条理分明，完全不像一般青少年。他的影片有一种独特的风格，画面通常很简单，就是他坐在镜头前，背后有时是书架，有时是传统的祭坛，穿着印度传统服饰，额头上有宗教印记。他讲英文，语速快，会突然切换到梵文引述经典，再自己翻译回来。他不只讲预言，也讲阿育吠陀的养生，讲草药，讲牛的神圣地位，讲素食。对台湾观众来说，这个形象非常陌生，又非常有记忆点。一个少年用古老的语言讲现代世界的灾难，爆红之后，质疑也跟着来。印度国内的理性主义团体长期批评占星产业，把它当成典型案例点名。也有印度媒体质疑他的学历描述被夸大，他的家人与团队则持续经营频道与课程，开设收费的占星教学，接受媒体专访，把争议当成流量的一部分。这几年他长大了，从当年的14岁少年变成今年20岁的青年，镜头前的青涩退掉了，论述越来越像一个成熟的内容创作者。这是一个值得记住的视角。不管你怎么看待预言本身，阿南德的频道是一门经营得非常成功的生意。从那之后，他的每一支新影片都会被全球媒体翻译、剪裁、转述。台湾媒体尤其热衷，几乎每隔几个月就有一波趴印度神童最新预言区的报道，标题的公式都差不多。印度神童又预言点名某某，某月要小心。它成了一种现象，你可以不信占星，但你很难没听过他的名字。这种现象本身就是我们今天要拆解的东西的一半，但是把他的记录摊开来看，就必须诚实的讲，有对上的，也有没对上的。先讲被支持者列为命中的部分。2019年那支影片是他声明的起点，时间框架确实涵盖了疫情爆发，这是他最常被引用的一役。2020年底到2021年初，他多次警告接下来会有更严重的灾难波动。后来印度在2021年4月到6月遭遇毁灭性的第二波疫情，单日确诊数10万起，医疗体系崩溃，火葬场超载，这被支持者算成一次命中。虽然严格比对，他当初讲的月份并没有完全对准。2021年底，他又讲过12月前后会出现新的变数，结果 Omicron 变异株正好在那段时间横扫全球，支持者又记上一笔。再讲没对上的部分，这部分同样重要。2020年上半年，他曾表示5月29日之后，疫情压力会逐步缓解。实际上，全球疫情在那之后持续了整整2年以上，这是一次明确的未中。他在2021年前后对全球经济崩溃、粮食危机的警告也没有以他描述的规模发生。多家国际事实查核组织检视过他的影片，结论大致相同。他的用语笼统，时间范围宽松。一支影片往往同时提到疾病、经济、战争、天灾好几个主题，很多所谓的命中
是事后被观众拿着结果回头套上去的。查核者还点出一个关键细节，那支成名的2019年影片原始内容讲的是广义的世界危机，战争、经济、业力都提了，重点并不是一场明确的瘟疫，是疫情爆发之后，观众自己把答案填了进去。这个细节，台湾的转述报道几乎从来不提。换句话说，射出去的箭很多，被记住的永远是插在靶上的那几支。当然，他的支持者有另一套辩护，他们说吠陀占星讲的是能量的趋势，不是精确的日期预报，时间差几周，地点偏一个区域，在占星的逻辑里都算在容许范围内。他们也说，阿南德每次都强调自己不是要制造恐慌，是提醒人们准备，还会附上饮食、静心、祈祷之类的化解建议，这跟江湖术士的铁口直断不一样。这套辩护有它的道理，但也正好暴露了问题。如果时间可以浮动，地点可以模糊，规模可以伸缩，那么一个预言要怎样才算没中钱？一个永远不会错的预言系统，跟一个永远无法被检验的系统是同一件事。所以我们今天的做法是把他自己讲出来的最具体版本，用他自己给的日期跟地名原封不动拿来对，不放宽也不刁难，这是他的完整记录，两面都在这里，你可以自己判断。但无论你信或不信，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他的影响力是真的。每一次他发布新预言，从印度到俄罗斯，从越南到台湾，媒体都会跟进，这一次的2026年版本也不例外。那么他对2026年到底讲了什么？时间先讲清楚，台湾与香港多家媒体是在去年12月底到今年年初陆续转述整理他的说法，镜周刊、TVBS、自由时报、中天、Now News 都做了报道，香港的媒体跟着转，连俄罗斯与越南的媒体都有跟进，可以说是他近年传播范围最广的一次预言。以下的整理是把这些转述报道交叉比对之后取重叠度最高的版本，个别媒体多出来的枝节我们会注明是流传版本，不当成定论。他的核心主张是2026年是一个400年一遇的大转折之年，他声称今年的行星排列组合极为罕见，这样的格局要400年才会出现一次，对应到人间就是国际秩序、经济结构、科技走向的深层重组，旧的框架会松动，新的框架会在混乱中成型。这里有一个查证上的坑，必须跟你交代。400年一遇这4个字是所有中文报道的标题主角，但到底是哪几颗行星？什么样的组合？400年这个数字怎么算出来的？各家转述都没有讲清楚，我们回头去翻也找不到一个一致的可复合的天文说明。也就是说，这个最响亮的数字恰恰是整份预言里最无法验证的部分。往前推400年是17世纪初，那是明朝末年，欧洲30年战争前夕。你要说那是大转折的年代，好像也对，但历史上哪个世纪找不出转折呢？注意，这是他的占星判读，不是任何科学机构的说法，这一点必须先盯死。在这个大框架底下，他圈出3个时段。第一个，4月下半月，他说那段时间行星能量紧绷，可能出现牵动国际局势的事件。第二个就是现在这一段，7月24日前后，往前9天，往后10天，也就是7月15日到8月3日，这是3个窗口里被他讲的最具体也最被媒体放大的一段，几乎每一篇报道的标题都绕着这个日期打转。原因不难理解，4月下半月是一个范围，11月中旬也是一个范围，只有7月24日是一个可以印在月历上的有日有月的具体坐标。对新闻编辑来说，具体的日期就是最好的标题素材，对观众来说，具体的日期就是最强的心理暗示。于是这个日子早在半年前就被预定成一个话题日。第三个，11月中旬，他说那是全年最后一个需要警惕的节点，前面累积的变数可能在那前后收拢或者引爆。3个窗口，一个在春天，一个在盛夏，一个在深秋，刚好把2026年切成3段，每过一段，这份预言就会被重新翻出来一次。从传播的角度看，这是一个设计的极好的结构，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除了警告，他也讲了亮面，这一点很多人略过，
但为了公平，必须讲。他认为2026年不只是危机之年，同时是突破之年。医疗科技、数学、基础科学可能出现重大进展，对人类生活带来实际的改善。在他的说法里，转折的意思本来就包含两面，旧的裂开，新的长出来。危险窗口的另一面是机会窗口。他反复强调的讯息不是恐慌，是准备，把身体顾好，把知识准备好，把韧性建立起来，让人类有底气跨过这道门槛。平心而论，这段话放在任何一场企业演讲里都不违和，这也是他的高明之处。警告负责抓住你的眼球，劝勉负责留住你的好感。一支影片两头都赚。另外要提醒一件事，在中文网络流传的版本里还出现过更耸动的条目，什么太平洋超级巨震、金价暴涨数倍、人工智慧叛变，这些说法在各家正规媒体的转述里查不到一致的出处，很可能是内容农场把不同预言者的说法混剪嫁接，再挂上印度神童的名字流传。这是预言传播链的常态，越往下油料加的越重，因为淡的卖不动。所以这锅大杂烩听听就好，我们不把它记进正式的账本，账本里只留他本人说法重叠度最高的部分。400年转折，3个时段，4个国家，外加科技与医疗的亮面。接下来把被点名的4个国家一个一个讲清楚。第一个，中国。在流传的版本里，他特别提到中国的西北与东北2个方位，说那里可能出现紧张情势，甚至不排除突发性的暴力事件或动荡。这个讲法值得多停一秒。西北对应的是新疆、甘肃、青海一带，地缘上临近中亚5国，是一带一路的陆上要道，也是北京长期高压维稳的敏感区。东北对应黑龙江、吉林、辽宁，紧贴着北韩边境与俄罗斯远东，图们江、鸭绿江一线，是东北亚局势的神经末梢。占星的说法没有给出具体的事件形态，是地震，是冲突，还是内部事件，他没有明讲，但方位讲得这么具体，在他过往的预言里并不常见。这里补一个背景，让你知道基北前这2个字为什么容易让人对号入座。中国西北本来就是地震活跃带。2023年12月18日深夜，甘肃积石山发生规模 6.2 地震，甘肃、青海交界超过140人罹难，是中国近年伤亡最重的地震之一。也就是说，即使没有任何预言，西北出现破坏性地震本来就是几率上会发生的事。东北那一侧，中国与北韩边境上还坐着一座长白山，是一座受到严密监测的活火山，休眠中，但学界从未把它从名单上划掉。把这些背景放进来，你就明白，点名西北跟东北听起来大胆，其实选的是2个底层风险本来就偏高的方位。这不是说预言错了，而是说就算中了，也要先问一句，这是洞见还是几率？也正因为方位具体，这一条特别容易被检验。西北跟东北出了什么，没出什么，年底回头一看就知道。第2个与第3个是朝鲜半岛上的一对，韩国与北韩。他的说法是，半岛南北都有重大风险，而且他特别警告，如果北韩内部出现关键变化，影响不会停留在区域层级，可能外溢到更大范围的国际格局，甚至冲击整个自由世界的秩序。这句话在各家转述里的措辞大同小异，指向都一样。半岛是2026年的火药引信之一。平心而论，把韩国列进风险名单，不需要通灵也讲得出理由。看看最近这几年，2024年12月3日深夜，南韩总统尹锡悦突然宣布戒严，军队一度开进国会，6小时后在国会表决反对下解除。随后他遭到弹劾，失去总统职位，整个南韩政坛天翻地覆。一个成熟民主国家一夜之间上演戒严剧码，这件事全世界都看傻了。也就是说，半岛的政治地层本来就在活动，预言者往这里压住，胜率天生就不低。从台湾的角度看，这一条特别值得留意，因为朝鲜半岛有事，东北亚的安全结构就会整组联动。驻韩美军要不要动？驻日美军怎么调？第一岛链的兵力部署会不会重新洗牌？一环扣一环。半导体供应链也一样，
韩国跟台湾分居记忆体与晶圆代工的关键位置，半岛一旦生变，全球科技业的锻炼压力会在几天内传到新竹。而北韩这个变数，本来就是全世界情报机构最难看透的黑盒子，权力高度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资讯全面封锁，外界连内部发生什么都要靠卫星影像跟脱北者拼凑。正因为是黑盒子，任何人对他做任何预言，短期内都很难被证伪，这也是预言者偏爱点名北韩的原因之一。讲了不会错，因为没有人查得了，这一点听的时候要放在心上。第四个，菲律宾，他把菲律宾放进高风险名单，流传版本里没有太多细节，但看一眼地图就懂。菲律宾坐在环太平洋地震带上，火山、地震、台风三面夹击。2020年1月，塔尔火山喷发，火山灰直冲上万公尺高空，马尼拉机场一度关闭，数十万人撤离。那一幕很多人还有印象。同时，菲律宾又是南海争议的第一线当事国，仁爱礁、黄岩岛的对峙隔三差五上新闻，海警船互撞、水炮驱离的画面，这2年台湾观众看了不下数十次。天灾与地缘2条线都绷着，任何一条出事都能被解读成预言应验。至于日本，要补充一句，部分报道的版本把日本也列进名单，有的组合就变成中国、菲律宾、北韩、日本。名单为什么会有出入？因为它的原始影片是英文长篇讲述，一讲几十分钟，行星术语夹着地缘分析，各家媒体各自剪裁，各自翻译，有的从英文影片直接听打，有的翻译自印度媒体的整理稿，有的干脆改写自其他中文媒体的报道。转述的层次多了一层，就多一次失真的机会。等传到你手机的推播标题上，可能已经是第4手、第5手了。这也是看待所有预言新闻时必须先记住的一件事，你看到的往往不是原文，是转述的转述。连被点名的是哪4个国家都会走样，其他细节的可靠度可想而知。账要对，就得对到最大公约数。中国、韩国、北韩、菲律宾这4个名字是各版本重叠度最高的核心。好，现在翻开对账本，这是全篇最重要的部分，因为预言讲的再玄，日历是不会说谎的。第一个窗口4月下半月已经关闭快3个月了，那段时间世界上发生了什么？有一件事，日期落得很准。4月20日下午4点53分，日本本州东北方的三陆外海发生强烈地震。日本气象厅最初测得规模 7.5， 后来上修为规模 7.7， 震源深度约20公里。三陆外海这个名字，日本人听了会心头一紧，因为2011年那场夺走上万条人命的311大地震，震央就在同一片海域。气象厅对岩手县与北海道太平洋沿岸发布海啸警报，预估浪高最高达3公尺。青森、宫城沿岸预估1公尺，沿海居民连夜往高处避难。电视画面上再次出现那行日本人最熟悉也最害怕的字幕：海啸，快逃！从北海道一路到名古屋都有感摇晃，新干线一度停驶检查。气象厅还警告，后续数天内可能出现最大震度5强的余震。中国驻日使领馆也对侨民发出紧急提醒。所幸这一次，海底断层的错动形态没有掀起毁灭性的大浪，实际灾情有限。截至4月21日上午的统计，伤者6人，其中2人重伤，没有传出死亡。海啸也没有对包括台湾在内的周边地区造成影响。虚惊一场，但惊是真的惊。这件事怎么记？账诚实的记，就是2行。第一行，4月下半月，环太平洋确实出现了一场规模 7.7 的强震，时间落在窗口内，而日本恰好出现在部分版本的点名名单上。如果你采集宽松版名单，这算擦到边。老实说，4月20日那天晚上，网络上的预言社团确实沸腾了一轮，贴文疯转，都说神童又中了。那是这份预言今年声量的第一个高峰。第二行，这场地震没有造成重大伤亡，规模虽大，冲击有限，距离400年一遇的大转折，这种等级的描述差距非常遥远。而名单上重叠度最高的4国，中国西北、东北、韩国、北韩、菲律宾，在4月的窗口里
都没有发生符合描述的重大事件。国际局势方面，那段时间的贸易摩擦、区域军演照常进行，但没有任何一件事被主流舆论认定是历史级的转折点。有趣的是，同一份成绩单，两边的人读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相信的人说，你看，4月下半月真的有规模 7.7 的大地震，还发了海啸警报，这不是应验是什么？怀疑的人说，全球平均每年有15次规模7以上的地震，2周的窗口撞上一次，统计上一点都不稀奇，而且点名的4个国家全部平安。两边都拿着同一组事实，各自回家，各自更相信自己原来相信的东西。这就是预言新闻的标准结局。我们的账本不站队，只记事实。第一个窗口的结论，我们写8个字：边缘擦到，核心未终。再看正在进行的第二个窗口，7月15日到8月3日，这个窗口打开的那一天，其实安静的出奇。7月15日，星期三，全球主要新闻的头条是各国的政经日常，没有任何一件事让人联想到预言。相信的人在网络上互相提醒，窗口开了，要小心。不信的人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照常上班上学。这就是预言窗口最真实的样子，它只存在于知道它的人的心里。那么从那天到现在，截至今天7月24日，账面上有什么？7月14日深夜11点49分，菲律宾南部萨兰加尼省附近发生规模 6.0 地震，震源深度约57公里，没有重大灾情传出。注意时间点，7月14日，卡在窗口开启的前一天，差了24小时。要不要采集，看你用多宽的尺。7月中旬，印尼与菲律宾的官方地震监测机构在1周之内记录到6起规模5以上的显著地震。同一周，东南亚区域的灾害协调中心一共通报了18起灾害事件，干旱、洪水、山崩、风灾都有。菲律宾、印尼、泰国、越南全在名单上。这些数字看起来吓人，但摊开历年同期的通报记录，这就是东南亚雨季的正常水位，年年如此。外电也报道，7月上旬委内瑞拉发生强震，造成严重伤亡，医疗设施受损。不过委内瑞拉不在点名名单上，时间也在窗口开启之前，这一笔只能记在窗口外。至于名单的核心呢，我们在今天7月24日，也就是元心这一天，把4个名字逐一过了一遍。中国西北与东北，截至目前没有任何公开报道显示发生了符合预言描述的重大动荡或暴力事件。新疆、甘肃、东3省的新闻版面，这9天里安静的跟平常没有二样。韩国政治攻防照旧，经济数据照发，没有异常。北韩官媒照常放话，例行军事动态持续，但没有出现外界认定的关键巨变。菲律宾除了那场差一天的规模 6.0， 就是季节性的风雨灾情。这里要停下来讲一个对账的技术问题，计分规则。这是全篇最不刺激却最值钱的1分钟。如果你把菲律宾发生地震就算应验，那么菲律宾平均每天都有感地震，这个预言等于永远会中。如果你把标准拉到 T， 改变国际格局的重大事件，那么到目前为止一件都没有。同一个道理套到中国，西北随便一场规模5的地震要不要算？东北一场公安事故要不要算？如果都算，预言不可能输；如果都不算，预言几乎不可能赢。预言的准与不准，往往不是取决于世界发生了什么，而是取决于你把及格线画在哪里。这也是为什么同一则预言新闻底下，永远有人留言说太准了，也永远有人留言说又在骗，因为两群人用的是2把完全不同的尺。我们的做法是把2把尺都摆出来，宽松的尺，7月窗口已经擦到了菲律宾的规模 6.0， 算是有东西。严格的尺，4个点名国家的核心风险一项都还没有兑现。换句话说，到今天为止，第2个窗口的账面跟第1个窗口非常像，地震带照常活动，世界照常纷乱，但预言里那种撼动格局的大事件还没有出现。不过这里必须把话讲满，讲到底，窗口还没关，从今天算起到8月3日还剩下整整10天。这10天里有什么？有周末，有月底，有各国的例行军演排程，有西太平洋逐渐进入活跃期的台风季，
也有谁都无法排除的真正的意外。按照他的说法，后10天跟前9天同样危险，甚至因为更接近8月的实相，某些解读还认为后半段能量更强。这10天过完之前，这一夜的账不能盖章。这也是为什么这支影片选在今天上线。我们就站在他画的圆心上，往前看一半，往后看一半。往前的一半已经写进账本，往后的一半你会亲眼看着它发生，或者亲眼看着它什么都没发生。2种结局都是答案。讲到这里，必须把2套逻辑并排放在桌上，让他们各讲各的。先讲占星那一套。吠陀占星是印度流传数千年的体系，跟西洋占星同源一流。最大的差别是它采用恒星黄道，以实际星座位置为准，并且在印度社会扎根极深。婚配要合星盘，开业要挑吉时，连部分政治人物的重要行程传闻都要先问过占星师。在这个文化土壤里，阿南德不是异类，是传统的继承者。这套体系相信行星在黄道上的位置与相位对应着人间事物的节奏，战争、瘟疫、王朝更替都能在星图上找到记号。阿南德的判读方式是拿行星的过运与交汇去比对历史上的动荡周期，然后推算下一个共振点。在这套语言里，2026年的行星组合罕见到400年才有一次，所以是大转折之年。顺带一提，今年的天象确实有可以写进日历的应事时，8月12日将发生日全食，全时带扫过格陵兰、冰岛，一路滑到西班牙，是欧洲久违的日全食大戏。16天之后，8月28日又轮到月食登场。这是天文台的计算，千真万确，跟信不信占星无关。天文学家会告诉你，日月食是最能精准预测的天象，未来几百年的每一场时刻表都算好了。正因为它完全规律，它跟人间的意外事件不可能有任何因果关系。但在预言圈的语境里，逻辑是反过来的。实相历来被视为变局的记号，是天空挂出的信号灯，而日月食成对出现的8月正好紧接在7月窗口关闭之后，一边是窗口收尾，一边是实相登场。这个衔接让相信的人更加屏息。同一片天空，2种读法，这就是我们身处的资讯世界。这是占星的逻辑，自成一格，内部讲得通，但前提是你得先接受它的公设，天上的排列跟人间的事件真的有因果关系。科学这一边对这个公设的回答很简单，拿证据来。第一，以美国地质调查所为代表的主流地震科学立场非常明确，目前人类没有任何方法能够同时预测地震的时间、地点与规模，任何宣称能预测地震的说法都不被科学界接受，做得到的只有基率性的长期评估，跟地震发生后争取几秒到几十秒的预警，仅此而已。这不是科学家偷懒，是他们认真试过，而且摔得很重。美国地质调查所曾在加州帕克菲尔德做过著名的预测实验，那段断层过去平均每22年就有一次规模6左右的地震，照周期推算，下一次应该在1993年之前报道。科学家架好仪器，布下天罗地网，结果地震迟到了11年，2004年才来，而且来之前没有任何可靠的前兆。另一个教训更沉重，2009年意大利拉奎拉发生大地震，超过300人罹难，几位科学家因为震前的风险沟通被起诉，缠讼多年，多数最后获判无罪。这2件事之后，全世界的地震学界讲话都变得极度谨慎，连拥有最好仪器与资料的人都不敢说出在几月几日、哪里、多大的这种句子，而占星敢。这个对比你自己体会。第二，几率的底牌要掀开来看。以长期平均而言，全球每年规模6以上的地震大约130次，平均不到3天就有一次；规模7以上，每年大约15次，平均不到1个月就有一次。拿这把尺来量阿南德的7月窗口，19到20天的长度，统计期望值大约是7次规模6以上的地震，将近1次规模7。换句话说，这个窗口里就算发生一场规模7的强震，也只是地球的日常作业，不多不少，刚好符合平均值。4月那场规模 7.7 放进全年15次的配额里看，同样不特殊。
再加上全球190多个国家，随时都有政治风波、军事摩擦、天灾人祸在发生。你把飞镖丢到日历上的任何一格，周围都捡得到前因验出的素材。这就是为什么统计学家对预言永远不紧张，不是他们铁齿，是他们算得出底牌。第三，认知偏误，事后回头找符合的事件，忽略不符合的日子，这叫确认偏误。语言讲得够宽，让每个人都能各自对号入座，这叫巴纳姆效应。只记得奖中的预言者，忘记成千上万个讲错就消失的，这叫幸存者偏差。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假设今年年初有1000个预言者各自圈了不同的日期与国家，光凭几率，年底一定会有几个人看起来准得吓人，而媒体明年只会报道那几个人，其他997个安静的消失。明年再换一批人上场，这个机制不需要任何人说谎，他自己就会源源不绝地生产出神准的预言家。预言之所以看起来很准，很多时候不是因为预言厉害，是因为我们的记忆偏心，加上媒体只转播赢家。把这3层滤镜带上，再回头看任何一份预言成绩单，分数通常会掉一大截。这2套逻辑，一套给你意义，一套给你几率，他们不会互相说服，也不需要互相说服。占星在人类历史上活了几千年，科学革命没有杀死它，网络时代它反而活得更好。因为不确定的年代，人们永远需要一个能把混乱讲成秩序的故事，这是人性，不是笨。但作为观众，你至少应该同时拥有这2副眼镜，再决定用哪一副看11月。然后是还没开启的第3个窗口，11月中旬。这一段现在讲什么都太早，但可以先把观察指标架好，到时候拿出来对才有凭据。这也是对预言最公平的测试方式。第一个指标，朝鲜半岛，他的说法里，北韩的7关键变化是最大的变数。那么值得盯的就是北韩的飞弹试射频率有没有异常升高，重要纪念日前后有没有大型阅兵与新型武器亮相，南北军事分界线有没有擦枪走火的通报，平壤的权力结构有没有异常讯号。多提一句历史，11月对朝鲜半岛来说本来就不是安静的月份。2010年11月23日，北韩炮击延坪岛，南北韩在众目睽睽之下互射炮弹，那是韩战停战以来最接近重启战火的时刻之一。这段历史说明的不是预言准，而是半岛的11月，基础风险本来就在那里。第2个指标，中国的西北与东北，看的不是玄学，是新闻、边境动态、大型公共安全事件、能源与交通枢纽的异常状况，以及东北亚地震带的活动记录。这一条的检验最单纯，因为方位是他自己给的，出了事就是出了事，没出事就是没出事，一番新闻就有答案，没有模糊空间。第3个指标，菲律宾，11月正是西太平洋台风季的高峰期，历史的教训就摆在那里。2013年11月8日，超强台风海燕重创菲律宾中部，夺走超过6000条人命，至今仍是气象史上最惨烈的登陆台风之一。而台风跟地震不同，路径可以提前好几天预报，所以到了11月，你甚至可以自己上气象网站看路径图，亲手验证，这是科学给你的能力，任何预言都给不了。今年11月的台风路径图本身就是一个必看的栏位，南海方向的海上对峙是另一个。第4个指标，应日程。2026年11月3日，美国期中选举投票日写在法律里，一天都不会挪。严格讲，这比秦中旬早了1周多，但选后的计票争议、国会版图翻盘的政治效应，往往正好延烧到11月中。想想上几次期中选举，哪一次不是选完吵得比选前更凶？同一个秋天，按照惯例，北京也有中央全会的日程要走，人事、经济路线、对外基调都可能在那前后释放讯号。对台湾来说，这2个应日程的交汇才是11月真正需要盯紧的东西。华盛顿的权力结构会不会松动？北京的对外姿态会不会调整？这2件事的任何一件，对台海的影响都远大于任何星象。政治的应日程跟预言的软窗口在同一段日历上重叠，这种重叠本身不证明任何事，但它保证了一件事：11月中旬的新闻绝对不会安静。
把这4个指标放在手边，等11月到了，逐一打勾或画叉。你甚至可以现在就拿出手机，在行事历的11月10日那一格设一个提醒，写上对账。到时候打开新闻，用今天这支影片给你的2把尺自己量一次，宽松的尺量出什么，严格的尺量出什么，写下来。这个动作只要5分钟，但它会让你跟9成9的预言新闻读者不一样。他们是被标题推着走的人，你是拿着账本等开讲的人，不是先信，也不是先骂，是先记下来，再对答案。最后把账本合上之前，再看一眼日历。第一个窗口，4月下半月走完了。我们的记录是边缘擦到，核心未中。一场规模 7.7 的地震落在窗口里，落在宽松版名单的日本，但点名的4国核心全数平安。第二个窗口此刻正压在你我的头上，账只记了一半。菲律宾差1天的规模 6.0， 东南亚一周18起灾害通报，点名核心至今安静，还剩10天。第三个窗口11月中旬，4个指标已经架好，半岛动态，中国西北、东北，菲律宾的台风与南海，美国期中选举与北京的秋季日程，就等开讲。阿南德说2026年是400年一遇的转折。地震学家说没有人能预测地震几率才是真正的庄家。2种说法都已经一字不漏地写进了这本账。这一年过了7个月，回头看，世界确实不平静，地震、风灾、政局的颠簸一样都不缺，但要说是400年等级的转折，账面上还差得很远。当然，相信的人会说，年还没过完，最后一个窗口还在后头。这句话没有错，所以我们把它也记进账里，等11月来验。阿南德20岁，他还会继续预言很多年，媒体缺流量，他们还会继续转述很多年，这个循环不会停，能改变的只有一件事，荧幕前的你用什么姿势接住这些讯息。接下来的10天，如果什么都没有发生，这个窗口就会安静的翻页，成为他记录里再普通不过的一次未中，而我们会照实写下，不加一个字，也不减一个字。如果真的出了大事，你也已经先一步知道该去查证什么，该用哪一副眼镜去看，不会在恐慌里被标题牵着走。预言不需要你相信，也不需要你反驳，日历会自己走到8月3日，走过8月12日的日全食，走过8月28日的月食，再走到11月中旬。到时候账本会摊开，数字会说话，准或不准，一翻两瞪眼。而现在此时此刻，窗口还开着，天还没黑，新闻还在滚动，世界看起来一切如常。一切如常正是悬念本身，因为按照他的说法，最该出事的日子就是今天。倒数10天，8月3日，我们把章盖下去。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以及一个更加特别的数字。先说这个人，他曾经是华尔街最昂贵的预言家之一，1小时的私人咨询开价$2000。他曾经被业界评选为年度对冲基金经理。他自称打造了一台装进32000个变数的超级电脑，里面装着他口中全世界最庞大的经济资料库。他预言过股灾，预言过债务违约，甚至有人说他把某些崩盘的日子算准到了不差1天。可是后来，这个人在美国的联邦监狱里整整关了11年。有人说他是本世纪最神准的预言家，也有人说他不过是史上最会包装的骗子。而现在，这个坐了11年牢的人，把他那台号称能算出人类命运的机器对准了我们脚下这座岛屿，然后吐出了一个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的数字。这个数字叫做 2027.33。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一个预言为什么会有小数点？世界的大线难道还能算到小数点后面去吗？别急，这正是这整个故事最迷人也最让人背脊发凉的地方。因为在这个人的世界里，历史从来就不是一团混沌，而是一组可以被计算的数字。他相信人类的贪婪与恐惧，战争与和平，繁荣与崩溃，全都被一个看不见的节拍器牢牢地掌控着。而这个节拍器的频率居然来自我们中学数学课本里最熟悉的那个常数——圆周率。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
他凭什么点名台湾 2027.33 又到底意味着什么？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些真真切切生活在这座岛上的人，究竟该不该为了一个带着小数点的数字吓得睡不着觉？我们今天就一层一层的把这个故事拨开来看。而我可以先告诉你，看到最后，你的感受很可能和你现在想的完全不一样。先从这个人的出身说起，他叫马丁·阿姆斯壮，1949年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你很难想象，一个日后搅动全球金融圈的人，最早的生意居然是从钱币和邮票开始的。13岁那年，他就在一家钱币兼邮票的店里打工。15岁那年，他花钱买下一整袋稀有的加拿大硬币，那批硬币的价格在短短一段时间里疯狂飙涨。如果他当时果断卖掉一个15岁的少年，就能瞬间变成百万富翁。可惜他没卖，价格很快又崩了回去。煮熟的鸭子就这样从指缝间飞走了。这件事听起来只是个少年人的走运与失手，但他在阿姆斯壮的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他开始死死地咬住一件事：资产的价格根本不是像教科书上画的那样，顺着时间一条直线慢慢往上爬，它是暴涨，是狂跌，是一次又一次的疯狂与崩溃。价格会在某个时刻冲上云霄，又会在另一个时刻坠入深渊。少年阿姆斯壮盯着那袋加拿大硬币的价格曲线，心里冒出一个念头：如果这种暴涨暴跌不是随机的，如果它背后藏着某种看不见的规律，那会怎么样？如果人类的疯狂其实是有时间表的呢？于是他一头栽了进去。他不是什么名校的经济学博士，他靠的是自学，靠的是一整天一整天泡在图书馆里，一页一页翻阅人类几百年来的金融史。他把能找到的每一次金融恐慌都记录了下来，一次战争，一次瘟疫，一次挤兑，一次泡沫破裂，全都标上日期，一个一个铺在时间的长河上。他想看看这些灾难的出现究竟有没有一种节奏，一种心跳般的节奏。而他真的找到了一个数字。他把有记录以来的金融恐慌一路数下来，发现在200多年的时间里，这样的恐慌大约发生了20几次。他把总的年数除以恐慌的次数，得出了一个平均值。这个平均值就是 8.6 年。也就是说，平均每隔 8.6 年，人类就会集体发一次疯，市场就会迎来一次剧烈的动荡。这个发现成了他往后一生的地基。1983年，34岁的阿姆斯壮创办了自己的公司普林斯顿经济顾问公司。这里要提醒一句，这家公司跟那所著名的大学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借用了普林斯顿这个地名。随着他的预测一次次应验，客户对他那套神秘模型的信心越来越强，生意也越做越大。到了后来，他开出的私人咨询价码是1小时2000美元。1998年，他被评为年度对冲基金经理。他甚至声称自己建造了一台包含32000个变数的超级电脑，管理着也许是全世界最庞大的经济资料库。他还说过一句让人听了心里直发毛的话。他说：“我对未来的看法并不是一幅美好的图画。”这句话日后既像是他对整个世界的预言，也像是他对自己命运的一种预感。好，那么支撑这一切的那套神秘的模型究竟长什么样子？这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核心——经济信心模型。阿姆斯壮相信，人类的经济活动就像大海的波浪一样，一波一波的起伏，而且这个起伏是有固定周期的，而那个周期的长度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8.6 年。8.6年这个数字看起来平平无奇，对吧？可是你把它换算成天数，奇迹就出现了。8.6年大约等于3141天，而圆周率乘以1000正好是3141点多。换句话说，阿姆斯壮宣称人类经济的心跳频率竟然刚刚好卡在圆周率上。这也是为什么他的模型后来被人们叫做圆周率周期。一个卖钱币的少年翻着发黄的历史档案，居然翻出了圆周率，这件事本身就已经悬得让人头皮发麻。而这还只是开始。阿姆斯壮把这个 8.6 年的小周期像俄罗斯套娃一样一层一层的往上叠。8.6 年的1/4
是大约 2.15 年，这是一个更短促的节拍，6个 8.6 年的周期叠在一起，构成一个 51.6 年的大浪，再把6个 51.6 年叠起来，就成了一个长达 309.6 年的超级长波。从最小的 2.15 年到最大的 309.6 年，在阿姆斯壮的眼中，人类的整部历史就是这几个数字反复嵌套、共振、交织出来的一首乐章。而他相信这首乐章不只在近代适用，他把这套周期一路回溯测试到古希腊，测试到古罗马，发现商业周期的概念在那些遥远的年代里依然活生生地运转着。而这些大浪并不是什么书本上的抽象概念，它们就实实在在地拍打在我们这几代人的身上。就拿那个 51.6 年的大浪来说，在阿姆斯壮的推算里，上一个重大的节点落在1981年前后，而那恰恰就是全球利率疯狂飙升的年代。美国的基准利率一度被推高到一个高得吓人的地步，整个世界的经济都在那股高利率的狂潮里剧烈地震荡。紧接着到了1985年前后的另一个节点，几个主要的工业大国坐下来签署了一份重要的货币协议，彻底改变了往后几十年全球资本流动的方向。你看，这些被他标记出来的年份，事后回头去看，居然一个一个都精准地踩在了历史真正的转弯处。这就是他那套模型最让人不寒而栗的地方。他不谈运势，不谈星座，他谈的是时间，是纯粹的、冰冷的时间的数学。他的逻辑其实一点都不神秘，信心才是这一切真正的关键。当人们对未来充满乐观，资本就会蜂拥而入，把价格推向疯狂的高点。可是繁荣到了极致，信心开始松动，资本又会夺门而逃，只留下一地崩溃的残骸。他有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说，是资本的高度集中制造了繁荣，而随后而来的必然是崩溃。而每一个周期的尽头都会迎来一场危机，危机过后，经济慢慢复苏，直到下一个周期的顶点再次到来。在阿姆斯壮的眼里，全球的资本就像是水，它永远在流动，永远在寻找那个最有利可图的地方，哪里有机会，它就一窝蜂地涌向哪里，把那里硬生生地推向繁荣的顶点，然后等那里的泡沫吹到了极致，它又会毫不留情地掉过头，奔向下一个地方，只留下满地破碎的狂欢。他这一辈子都在追踪这股全球资本看不见的流动，而他坚信，只要你能够看懂这股水究竟往哪里流，你就能够看懂这个世界下一步会往哪里走。国家的兴衰，市场的涨跌，甚至一场战争的爆发，在他看来都不过是这股资本的洪流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激起的一朵又一朵的浪花罢了。他甚至进一步观察到，人们对政府的态度也跟着这个周期在来回摆荡。经济好的时候，大家信任市场，厌恶管束，觉得政府最好别来烦我。可经济一旦崩坏，人们又会像受了惊的孩子，一头扑进政府的怀抱，哭着喊着求他出手拯救。他说过一句很扎心的话，摧毁一个国家的经济，一个像希特勒那样的人物就能轻轻松松地崛起。你看，经济的绝望和政治的疯狂，在他眼里从来都是绑在一起的。这一点请你先记住，因为它是后面台湾故事的钥匙。正因为他把历史看成一组精密的数字，所以他报出来的预言才会带着小数点。在他的体系里，一个日期不是几年几月几日，而是一个带着小数的年份。比方说 2007.15 换算出来就是2007年的2月底，而2007年那次全球市场的剧烈震荡，据说就精准地落在了这个点上，不差几天。说到这里，你可能还是半信半疑，一个卖钱币出身的人画几条曲线，套上圆周率，就敢说自己看穿了人类的命运，凭什么？那我们就来看看，真正让他变成一个近乎邪教教主般人物的，到底是哪些预言？
1987年10月19日那一天，后来被称为黑色星期一，美国股市在一天之内崩盘，跌幅之恐怖，是华尔街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之一。无数人的财富在几个小时内灰飞烟灭，而阿姆斯壮的模型据说早早就指向了这个时间点。想象一下，当所有人都还沉浸在牛市的狂欢里，有一个人却指着日历上的某一天，冷冷地说，就是这里，这里会出事。然后那一天真的出事了。紧接着1989年年底，日本股市见顶，那个吹了很多年，后来让整个日本失落了几十年的巨型资产泡沫开始无可挽回的破裂。而这个历史性的转折同样落在了他模型的节点附近。再往后，1998年，俄罗斯债务违约引爆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连当时如日中天的一家超级对冲基金都几乎被拖垮，差一点就掀翻了整个金融系统。这一年也对上了他的周期。除此之外，据说他还预见了东欧共产阵营的瓦解。这些一个接一个的判断让他在圈子里的名声响得吓人。而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2020年，就在那一年的1月中旬，他的模型指向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结果没过多久，一场席卷全人类的大瘟疫爆发了，全球市场应声崩塌，所有人都被关在了家里。他又一次站在了崩溃来临之前的那个浪头上。值得一提的是，阿姆斯壮有一整套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语言。他把市场的情绪即将达到极端的那个时刻叫做恐慌周期，他把趋势即将发生方向逆转的那个节点叫做方向性的转变。在他的世界里，未来从来不是模模糊糊的一团，而是被这些一个个精确的术语和一个个带着小数点的日期切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也正因为如此，当他从监狱里重新走出来，重新开口说话的时候，他非但没有因为头上那顶诈欺犯的帽子而声名狼藉，反而吸引来了比他入狱之前更加庞大也更加狂热的一整批的追随者。对这些人来说，那11年的牢狱简直就是一枚最有力的勋章，恰恰证明了这个人一定是知道了某些我们这些凡人本不该知道的东西。你看，一次应验可以说是巧合，2次可以说是运气。可是当一个人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地站在崩溃来临之前，伸出手指，指着那个还没有到来的日子，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这个人的手里也许真的握着某种不该属于凡人的秘密。他因此成了金融圈里一个近乎传奇又近乎邪门的存在，一大批阴谋论者更是把他直接奉为了神明。但我们也必须诚实地说出这个故事的另一面，因为如果只讲他神准的那一半，那就成了造神，而不是讲故事了。而真相往往就藏在那些被人刻意忽略的另一半里。事实是，阿姆斯壮的预言并不是每一次都应验，有很多次他爆出的灾难并没有如期而至，或者说并没有以他描述的那种形式发生。就拿一个最有名的例子来说，他曾经斩钉截铁地宣告，一场他称之为大爆炸的主权债务大危机将会在2015年的10月1日正式引爆。这是他模型里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他为此喊了很久。可是那一天过去了，那一年也过去了，天并没有塌下来。有评论者毫不客气地指出，这个所谓的大爆炸根本没有在他说的那个时间点爆炸，而怀疑他的人其实也握着非常有力的道理。他们说，事后回过头去看历史，在一大堆杂乱无章的数据里硬套上一个所谓的规律，这件事其实一点都不难。他们甚至打了个很损的比方，一个停摆不走的时钟，一天也还能准2次呢。你喊了几十年的崩溃，总会有那么几次刚好撞上真的崩溃。而那些没撞上的、落了空的、喊错了的人们，往往就选择性的把他们统统忘掉了，只记得他神准的那几次。这种说法听起来是不是也相当的有道理？所以一个人
能算准几次崩盘，到底是因为他真的看穿了天机，还是因为他喊得够久，喊得够多？这件事恐怕永远都会是一个各说各话的谜。所以，这个人到底是不是骗子？这个问题，我们先把它高高的挂在这里，因为接下来的故事会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尖锐，也更加扑朔迷离。因为就在他名满天下的时候，天是真的塌了，只不过是塌在了他自己的头上。1999年，一场风暴向他猛烈袭来，事情的引线牵扯到一批日本的投资人。当时的指控是，阿姆斯壮的公司涉嫌用不正当的手段向投资人募集了巨额资金，总额高达7亿美元。美国的监管机构认定这是一场庞氏骗局。什么是庞氏骗局？说白了，就是用后面投资人交进来的钱去填补前面投资人的窟窿。这种游戏只要新的钱一断，整个结构就会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他被控证券诈欺、电信诈欺，还有商品期货诈欺，罪名一个比一个重。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才是这整段牢狱故事里最离奇也最魔幻的部分。法官要求阿姆斯壮交出用公司资金购买的资产，那是一份光是听着就充满魔幻色彩的清单，里面有价值1500万美元的金条，还有一大堆古董，包括青铜打造的头盔，甚至还有一尊古罗马凯撒大帝的半身雕像。你没听错，凯撒的头像。阿姆斯壮交出了其中的一部分，但他咬死了口，坚称剩下的那些东西根本就不在他的手上。于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僵局开始了。法官认定他藐视法庭，把他关了起来，可他就是不松口，一天不交就一天不放。就这样，他因为藐视法庭这一项被关押了整整7年。7年，这在美国创下了藐视法庭羁押时间的记录。请你细细品味这件事，这7年不是因为他被判了什么罪，而仅仅是因为他不肯交出那些他一口咬定自己根本没有的东西。这是一场意志的死磕，一边是庞大的国家机器，一边是一个倔强的囚徒。直到2006年，他才终于与检方达成了认罪协议，承认了欺骗企业投资人以及不当混用客户资金等行为。检方认定他的操作最终造成了超过7亿美元的损失。2007年，他被判处5年刑期，外加一笔天文数字般的赔偿，前后全部加起来，这个人在冰冷的铁窗后面整整度过了11年的光阴，一直到2011年的9月2日，他才终于走出高墙，重获自由。当他走出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和他进去时完全不一样了。而围绕着这11年，一个更加耸动的说法一直在他的支持者之间悄悄地流传。他们说，事情根本没那么简单。他们说，之所以要把阿姆斯壮关这么久，真正的原因是因为美国的中央情报局，甚至还有中国方面，都盯上了他那台号称能预测整个世界的超级电脑模型，而他死活不肯交出这套系统。阿姆斯壮自己也曾经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甚至有点嚣张的话，他说，我知道的太多了。而关于这11年，还有一个很少有人知道的细节，却格外的打动人心。据说，就算是被关在那间狭小又阴暗的牢房里，阿姆斯壮也从来没有停下他手中的那支笔。他用手一页一页地写着他的分析，写着他对这个世界、对未来的种种判断，然后想方设法把这些手稿从高墙之内一份一份地传递出去。你可以说他是走火入魔，也可以说他是一种近乎偏执的信念。你想想那个画面，一个人被庞大的国家机器关押了整整11年，却依然趴在牢房的角落里，记着微弱的光，计算着几十年以后全人类的命运。无论他最终是对是错，这一份近乎疯狂的执着本身就已经是一个说也说不完的传奇了。到底是一个贪婪的骗子罪有应得的坐了牢，还是一个掌握了危险秘密的先知被权力的机器强行关进了黑牢？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故事套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居然都说得通。而这正是马丁·阿姆斯壮这个人最让人着迷也最让人不安的地方。他这段亦正亦邪的传奇后来甚至被拍成了一部纪录片，搬上了大银幕，让全世界的人都来评判他到底是圣是魔。好，现在让我们把时间重新拉回到当下。这位坐了11年牢的人走出监狱之后，并没有选择销声匿迹安享晚年，恰恰相反，他重新启动了他的预言事业。他建了一个新的电脑系统，用一位古希腊哲人的名字替他命了名，还开了自己的网站，开始持续不断地对这个世界发言。就好像那11年的牢狱非但没有磨掉他的锐气，反而让他憋了一肚子的话非要一吐为快。2020年他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叫《战争周期》。你没听错，战争在他的眼里也是有周期的。这本书也为他今天点名台湾埋下了伏笔。而他出狱之后最核心的一个大判断，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大爆炸。虽然2015年那一次天没有如期塌下来，但他一直坚持认为那个时间点标志着一个历史性的转向。他认为从那一刻起，全世界的人们对政府的信心开始从最高点一路向下滑落，而这个下滑会通向一场他反反复复警告了几十年的大灾难，一场主权债务危机。什么是主权债务危机？说的再简单一点，就是政府自己还不起钱了。阿姆斯壮有一个非常犀利也非常黑暗的观点，他说，二战结束以后，西方的各国政府早就把借钱这件事当成了一台永远不会停下来的永动机，他们年复一年的大举借债，却压根就没打算把这些钱还回去。他把这个比喻成一场注定要崩溃的庞氏骗局，而且是政府级别的超级庞氏骗局。他说，这就是历史上所有政府崩溃的方式，从古罗马到苏联，没有一个例外。当你陷进这种每年借新还旧的死循环里，崩溃就发生在你再也卖不出新的债，去偿还旧的债的那一天。而这场危机如今已经不再是遥远的预言。他指出，光是美国一个国家政府的总债务就已经逼近一个骇人听闻的数字，接近39兆美元。公众持有的债务更是史无前例的超过了整个国家一年的生产总值，光是每年要付的利息就高达上兆美元。而在遥远的亚洲，日本的政府债务更是达到了他一年生产总值的2倍还要多，成了他口中最有可能第一个倒下的骨牌。他说，这场危机其实早就已经开始了，只是它不像地震那样轰然一声，而是像温水煮青蛙，透过购买力的缓慢流失，透过利息负担的越来越重，透过中产阶级的一点点被掏空，悄无声息地蚕食着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而这种缓慢的崩坏，其实你我早就亲身感受到了，不是吗？物价一年比一年高，同样的一份薪水，能买到的东西却一年比一年少，房子越来越遥不可及。年轻的一代明明比上一代人还要更努力，却越来越难看到一个稳定的安稳的未来。阿姆斯壮说，这就是主权债务一点一点恶化的最真实的模样。它从来不是报纸头条上某一天一个惊天动地的大新闻，而是渗透进我们每一天柴米油盐里的那份越来越沉重的喘不过气。更值得我们警惕的是，阿姆斯壮反复地提醒，每当一个国家陷入这种主权债务的泥沼，他的政府几乎都会下意识地做同一件事，那就是把手越收越紧。因为当国库空虚，当债台高筑，政府就再也无法容忍财富自由自在地流动了。于是你会看到世界各国的政府开始不约而同地讨论起同一批东西，由央行发行的数位货币，针对财富征收的各种新税，越来越严密的银行监控，还有数位身份的识别系统。这些东西听起来一个比一个现代，
一个比一个方便。可是在他看来，他们的背后其实都藏着同一个非常古老的冲动，那就是在危机真正来临的时候，牢牢地抓住每一个人的口袋。而他认为这一切恰恰就是崩溃正在一步步逼近的最清晰的信号之一。而他的模型告诉他，这场缓慢崩坏的终点，这场真正的大限落在了2032年。他说，这个系统会一路崩坏下去，直到2032年，我们才有那么一丝机会，也许能够把它重新扶正。在他那套嵌套的周期里，2032年不只是一个51.6年大浪的终点，更是那个长达309.6年的超级长波最后的收官时刻。他甚至把这个年份直接和我们现在这种共和政体的彻底崩塌联系在了一起。他认为那将是我们现在这套政府形态走到尽头的时刻。有意思的是，还有客户跑去问他，说2032年那颗据说正在逼近地球的小行星会不会跟他的预言扯上关系。你看，当一个人把末日算到了小数点，那么连天上的一块石头都会被卷进他那套宏大的叙事里去。那么问题就来了，从2015年的那个转向到2032年的那个终局，这中间漫长的10几年里会发生什么？而我们台湾又究竟是在哪一个环节上被他狠狠地点了名？这就要说到他那个听起来最玄，却又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最切身相关的东西了。战争周期。阿姆斯壮的逻辑，我们前面其实已经埋下了线索。他认为政客做事从来就不是凭空发神经，真正驱动他们的是整个系统内部那股看不见的经济压力。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往下走，内部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社会越来越撕裂，统治者为了转移人民的注意力，为了巩固自己那把摇摇欲坠的权力宝座，最方便也最古老的一招，往往就是对外制造一场冲突。经济越坏，战鼓就敲得越响。这个规律，他说，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里，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的上演，从未失手。你甚至都不用去翻多么古老的典籍，光是上个世纪，这一幕就活生生的上演过一次。上世纪30年代，一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大萧条，让无数的人失去了工作，失去了毕生的积蓄，也失去了对未来的一切希望。而正是在那一片绝望的废墟之上，一个又一个的独裁者趁势崛起了。他们对着那些饥饿而愤怒的人群，慷慨激昂地指出一个又一个外部的敌人，然后就这样把整个世界一步一步硬生生地拖进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阿姆斯壮说，他从自己那台机器里看到的正是同样的一部机器，正是同样的一组齿轮，如今又在悄无声息地重新转动了起来。历史也许真的不会简单的重复，但它往往会压着同样的韵脚。那么这一次战鼓会在哪里敲响？阿姆斯壮给出的答案非常明确，也非常直接。他说，他从华盛顿的消息来源那里得到的判断是，真正的大战不会是跟俄罗斯，而会是跟中国。而中国和美国之间那个最有可能被点燃的引信就是台湾。他甚至还打了一个让我们听了格外有感觉的比方。他说，台湾岛和中国大陆之间最近的距离大约只有100多公里，这个距离其实和古巴到美国本土的距离差不了多少。当年美国是绝对无法容忍别的大国在自己家门口的古巴架起飞弹的，而如今北京的担忧在他看来也是类似的逻辑。而每当有人问他，你那台冰冷的机器究竟凭什么能在1年甚至更早以前就预见到这些事，阿姆斯壮的回答总是出奇的朴素。他说，政客们其实并不会毫无理由的凭空做出什么疯狂的举动，真正推动他们的是系统内部那股实实在在的经济压力。压力一旦累积到了某个临界点，他们就必然会做出回应。
而纵观人类的整部历史，人们在面对同样的处境时所做出的回应总是惊人的相似。他还说，他曾经从华盛顿的内部消息来源那里得到过一个非常明确的判断，那就是美国真正要面对的那场大战并不会是俄罗斯，而会是中国。而这两个巨人之间那一根最敏感也最危险的引信，毫无疑问就是我们脚下的这座台湾岛。他把这背后的经济逻辑讲得也很直白，他观察到中国的经济正在往下走，而当经济在2028年前后进一步下滑的时候，谁最有动机用一场对外的对抗来转移国内那股巨大的压力？在他看来，答案就指向了台湾问题。他甚至提到，过去这几年台海局势的急速升温，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是几年前美国的高层政要访问台湾的那件事。在他的叙事里，那一次访问就像是在对着北京的脸重重地扇了一巴掌，让原本双方还勉强能够维持的那层默契一下子变得再也回不去了。而他也注意到台湾这边的姿态也在悄悄地发生改变。他观察到台湾正在从过去那种纯粹被动防御的姿态转向一种更具攻击性的下阻，比方说把某些远程的火箭发射系统部署到像澎湖、东引这样的外岛上，让对岸的沿海基地、港口还有机场统统都落进了快速打击的射程之内。他甚至还提到台湾可能借鉴了某种去中心化的作战思路，也就是说，万一在开战的最初一刻，前线的部队和最高的指挥部之间的通讯被一举切断了，那么各个作战单位也依然能够自主的行动执行任务，而不必傻傻的站在原地等待命令。当交战的双方都不约而同的从防御转向了进攻的姿态，那空气里的火药味自然就越来越浓了。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其实还藏着一个让全世界都无法把目光移开的更深的原因，那就是我们这座小小的岛屿握着整个现代文明一根最要命的命脉。你手里的手机，你桌上的电脑，你车子里的晶片，全世界最尖端的那些最聪明的脑子，很大一部分都诞生在这座岛上。正因为如此，台海这片看似遥远的海域早就不再只是两岸之间的家务事了，它牵动的是全球的供应链，是每一个国家餐桌上口袋里最实际最切身的利益。阿姆斯壮非常清楚这一点，他知道一旦这里出了事，那绝对不会是一场能被关在角落里慢慢平息的区域冲突。它所掀起的涟漪会像一场海啸，在瞬间传遍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这也正是为什么他那台机器会如此郑重其事地把台湾单独拎出来，狠狠地点了名。好，铺垫了这么久，那个让所有台湾人都无法回避也无法假装没听见的数字，终于要正式登场了。阿姆斯壮的模型显示，2026年，也就是我们所在的当下，是一个所谓的恐慌周期年，一个波动急剧加大、地缘冲突不断升温的年份。而风险并不会就此打住，它会一路往上堆积，堆进2027年。他把2027年明白地标定为一个重大的战争风险年。然后就在他官方的分析文字里出现了那句让无数人心头猛地一紧的话。他写道，台湾的下一个重大转折点是2027.33 2027.33，这个带着小数点的日子换算回我们熟悉的日历，大约落在2027年的春夏之交，也就是5月前后的那段时间。这就是这位坐了11年牢的预言家，用他那套圆周率的机器，亲口为我们这座岛屿点出的那个节点。而且你要知道，在阿姆斯壮的整套推演里， 2027.33 并不是一个孤零零的突然冒出来的点，它是一整串环环相扣的节奏里的一个高潮。他认为2026年的那股恐慌会像海水涨潮一样一路往上推高，到了2027年，那股张力
会攀上一个危险的顶点。而再往后，到了2028年，全球的经济衰退、主权债务的巨大压力，还有各国内部的社会动荡，会像三股汹涌的洪流猛地撞在一起。然后它的模型又进一步指向了2029年，说那会是另一个重大的转折的关口。你看，在他的眼里，这根本就不是某一天会突然爆炸的一颗炸弹，而是一段越走越湍急、越走越凶险的漫长的下坡路。2027.33只不过是这段下坡路上一个特别陡峭、特别让人心惊的急转弯罢了。听到这里，我知道你的心可能已经高高的悬了起来，甚至有一点发凉。但是请你先千万别急着恐慌，因为接下来的这2段话才是我们今天真正想要跟你说的最重要的重点。而这个重点分成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会让这个预言听起来变得更加诡异、更加不可思议，而第2个部分我保证会告诉你为什么我们其实真的不必因为一个小数点就把自己吓得魂不守舍。先说第一部分，这件事诡异在哪里？它诡异的地方就在于指向2027年的根本不只有阿姆斯壮这一个躲在角落里算圆周率的神秘人物。你会惊讶地发现，还有一大群完全不搞玄学的、极其现实，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冷酷的人，也不约而同的把他们锐利的目光聚焦在了同一个年份上。这些人是谁？是各个大国的情报头子，是全世界最顶尖的战略智库。几年前，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最高负责人就曾经公开地表示，根据他们掌握的情报判断，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已经指示了军队要在2027年之前具备能够成功攻下台湾的能力。在他之前，美国军方的最高将领也放出过类似的说法，同样把2027年当成一个能力准备完成的时间节点。从那以后，美国那些最有分量的智库，还有日本、印度这些周边国家的战略评估报告，全都不约而同地把2027年当成了一个反复出现的参照点，一个所有人都在盯着的年份。那么为什么偏偏是2027年呢？这背后其实藏着一个非常现实的理由。2027年刚刚好是中国一个重要的政治周期的节点，同时也是军队建设一张重要时间表的关口。当所有这些不同的线索，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第一次全部交汇在了同一个年份上，各国的决策者也就自然而然地把这一年当成了一个必须要严阵以待、认真准备的目标年份。当然，这里我们也必须把话说得清清楚楚，这些情报上的判断说的是能力，而不是意图。一个国家在某一年具备了打仗的能力，这件事完全不等于他就一定会在那一年真的动手。能力是能力，意图是意图，这2者之间隔着千山万水，隔着千万种变数，而且从始至终从来就没有任何一个官方正式宣布过2027年就是所谓的目标年。这个年份更多的是外界的分析与推测，而不是谁盖了章确认的死线。这一点分寸我们一定要拿捏清楚，才不会自己吓自己。可即便我们已经把话说得这么保守，这个巧合还是让人头皮一阵阵地发麻。你想想看，一边是一个坐了11年牢，靠圆周率算命的充满争议的江湖人物，另一边是掌握着这个星球上最机密情报的间谍头子和最严谨、最理性的战略学者。这2群本该活在2个完全不同世界里的人，居然隔着遥远的距离指向了同一个年份。一个用的是神秘的数字和周期，一群用的是卫星、军力和堆积如山的情报资料。他们的方法南辕北辙，天差地别，可他们的结论却诡异地重合了。这才是2027这个年份真正让人脊背发凉的地方。好了，说完了让人不安的第一部分，我们终于来到了今天我最想也最郑重想跟你聊的第2部分，那就是这个被叫做大限的东西
它真正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我想请你先深深地吸一口气，然后牢牢地记住一件事，在阿姆斯壮的整套语言体系里，转折点这3个字并不等于毁灭，更加不等于世界末日。这一点实在是太多的人都搞错了。当人们听到 2027.33 这个数字，脑子里会立刻不由自主地浮现出硝烟，浮现出飞弹，浮现出这座岛屿沉入海底的可怕画面。但是阿姆斯壮的模型从头到尾说的都是转折，是拐点，是趋势的改变。而一个转折点，它既有可能是一个顶，也有可能是一个底。它既有可能是冲突升到最高，一触即发的那个瞬间，也同样有可能是紧张走到了尽头，开始缓和，开始逆转的那个瞬间。它所标记的是变化本身，而不是变化的方向。换句话说， 2027.33 指向的是一个岔路口，而不是一堵死墙。在那个岔路口上，事情可能急转直下，冲向最坏的结局，但它也同样可能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而这位预言家自己其实也留了一句非常关键的话，他坦白地承认，台湾会不会就是那个被点燃的火星这件事，事先根本无法确定。你看，连他自己都没有把话说死。他所指出的是一个张力达到顶点的时刻，而绝不是一个注定要发生的灾难。而这恰恰引出了我们整个故事最深也最温暖的那一层道理：历史真的是被一台冰冷的机器算死的吗？我们人类的命运真的就只是圆周率吐出来的一串毫无感情的数字吗？我不这么认为，我也真心希望你不要这么认为，因为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我们每一个人就都成了一出早已写好的剧本里毫无选择余地的木偶，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阿姆斯壮的那些周期，就算它真的存在，它顶多也只是替我们描绘出了一片高风险的水域，画出了风浪最大的那个区间。但是这艘船到底要怎么开？是狠狠地撞上礁石，还是惊险地穿过风暴？靠的从来就不是那一张画好的海图，靠的是掌舵人的判断，掌舵人的警觉，和掌舵人在最后一刻的选择。转折点之所以被叫做转折点，恰恰就是因为那正是人的选择最能够改变最终结局的那个时刻。所以我们究竟该怎么看待 2027.33 这个数字？我的建议是，别把它当成一道索命的催命符，而是把它当成一个善意的提醒。它提醒我们，在未来的1-2年里，我们脚下的这片海域很可能会进入一段风高浪急的航程。它提醒我们要保持清醒，保持警觉，不被无谓的恐惧牵着鼻子走，但也绝不被那种虚假的太平麻痹了神经。而这种清醒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力量，因为一个保持着警觉、做足了准备的社会，远远要比一个浑浑噩噩或者一味恐慌的社会更有能力在真正的风暴来临的那一刻，把船稳稳地开过去。而对我们这些就实实在在生活在这座岛上的普通人来说，这一份清醒其实可以很具体，也很日常。它并不是要你从今天起就天天惶惶不安，疯狂囤积物资，看谁都像是草木皆兵。恰恰相反，它是要你在认真过好柴米油盐的同时，也别把自己的头完全埋进沙子里。多一点对局势冷静的了解，就少一点被各种情绪带着跑的冲动；多一分自己独立的判断，就少一分人云亦云的无谓的恐慌。把自己的日子好好的过，把自己的家人好好的照顾，同时对这个世界的风向保持一份温和而清醒的关注，这
或许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渺小的个体，在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里，最踏实也最有力量的一种姿态了。回过头来再看阿姆斯壮这个人，他到底是先知还是骗子？也许我们永远都不会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他一半是神，一半是囚徒。他一半的预言神准如神谕，另一半的预言却重重的落了空。这种撕裂，这种矛盾本身就特别的像我们所身处的这个时代，一个充满了确定又同时充满了不确定的光怪陆离的时代。其实你我之所以会被这样一个人，被这样一个带着小数点的数字深深地牵动着心弦，这件事本身就很值得我们好好的玩味一番。从几千年前古人跑去问卜于龟甲，问卜于天上的星辰，问卜于神庙里那些神秘的祭司，一直到今天，我们围着一台冰冷的电脑，围着一个遥远的年份，屏住呼吸，变得只是形式，只是那一件包装的外衣，而始终不曾改变的是我们面对那茫茫无边的未来时，心底那一份最深的想要抓住点什么的不安。我们实在是太想知道明天了，我们也实在是太害怕那个我们看不见的明天了。而预言它无论真假，至少都给了我们一种虚幻的却能让人稍微心安的掌控的错觉。当我们看清了自己内心这一份古老的渴望，或许我们就能够用一种更从容更平静的心态去面对任何一个被人爆出来的末日的数字了。但是抛开他这个人的那些真真假假是是非非，他反反复复敲打了一辈子的那个核心的规律，其实非常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把它记在心里，那就是经济的绝望会催生战争的冲动。当债务的庞氏游戏玩到了尽头，当一个又一个政府在财政的悬崖边上摇摇欲坠，人类就特别容易把对外的冲突当成转移内部危机的一个出口。这个规律其实根本不需要什么圆周率，你光是翻开厚厚的历史书，就能一遍又一遍地亲眼看见它血淋淋地上演。而读懂了这个规律，我们或许就能在那战鼓真正被敲响之前多几分清醒，多几分冷静，也多几分未雨绸缪的智慧。2027.33，那个带着小数点的日子终究会到来，然后也会过去。到了那一天，我们也许会欣慰地发现，这座岛屿安然无恙。那个数字不过是又一次落了空的预言，最后成了我们茶余饭后一个闲聊的谈资。而我是真心的希望会是这样一个平淡无奇的结局。因为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被人们郑重其事地喊出来的末日，其实早就已经太多了。从古至今，有多少个曾经被算得信誓旦旦，甚至精确到某一天的世界末日，最后都在人们的一片谈笑之间悄悄地过去了。太阳在第二天照常升起，日子还是一天一天平淡地往下过。这当然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对一切的警告都嗤之以鼻，掉以轻心，而是说我们真的不必让任何一个都还没有到来的数字提前就夺走了我们当下每一天安稳生活的权利。你要记得，很多时候恐惧这件事本身对我们造成的伤害，往往比他所恐惧的那件事还要更大更深。但是无论如何，在那个岔路口真正到来之前，
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那个清醒的掌舵人，因为决定这艘船最终究竟开向何方的，从来都不是天上的星辰，也不是那台机器里的冰冷的圆周率，而是我们自己在每一个平凡的当下亲手所做出的那一个又一个的选择。一个在泰国，一个在英国，他们从来没有坐下来喝过一杯茶，说话的方式也天差地别。普莱靠的是他口中阎罗王的低语，帕克靠的是印度那些古老的贝叶经文，还有他自己反复做的梦。可奇怪的是，当我们把他们这半年说过的话一句一句摊开来，放在同一张桌子上比对，你会发现两条完全不同的线，最后竟然指向了同一片海，同一个路口。同一个年份 ，P 国和 V 国这两个名字被反复提起，被形容成整个亚洲此刻最危险的两个火药桶。台湾海峡的9月被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而更远一点的地方，有人说那个看起来铁板一块的庞然大物，可能会从3个地方开始，悄悄地裂开一道缝。我知道，听到这里，你可能会皱眉头。预言这种东西，信则有，不信则无，对吧？可是我想请你先别急着把这一切当成茶余饭后的闲话。你想想，这两个人为什么会被这么多人记住？普莱当年说中了什么？他说中了一种会改变人类面貌的病，说中了全世界的人都要戴上口罩，而且这病会折磨我们好多年。那个时候是2019年的年底，还没有任何人听过后来那场席卷全球的大疫情。他还说中了缅甸的那场大地震，连震央的位置，连曼谷的高楼会不会跟着摇晃，都说得清清楚楚。而帕克呢，他说中了英国女王的离世，也在那场大疫情爆发之前就隐隐约约地提过。我不是要你把他们的每一句话都当成圣旨，我只是想说，当这样两个有过往记录的人在同一段时间里指向了同一个方向的时候，我们至少值得停下来，认真听一听。而更重要的是，当这些预言撞上了现实里正在发生的事，那种严丝合缝的巧合，到底该让我们警惕些什么？因为说到底，普莱和帕克反复强调的，从来都不是要我们恐慌，而是要我们在风浪来之前，先把该准备的东西准备好。所以今天这支影片的最后，我会把2026年下半年每一个普通人都应该放在心上的3件事，一件一件讲清楚。其中有一件关系到你口袋里的钱，关系到当某一天一切突然停摆时，你手上还剩下什么。请你一定要听到最后。先说普莱，他把2026年叫做火马年，也有人翻成赤马之年。在他的说法里，这一年的火元素强到反常。火代表什么？代表爆炸，代表冲突，代表那种一点就着，收都收不住的失控。从年初一路看下来，你不得不承认，这个火字烧得有点准。3月的时候，中东好几座机场因为局势混乱被迫关闭，无人机的残骸落在跑道旁边，民航班机在天上盘旋，找不到地方降落。那一刻，很多人想起了普莱在去年年底就反复念叨的一句话：2026年会有一场非常可怕的空难。他甚至提醒过有小孩的家庭，上半年尽量避开几个特定的地方。一开始他只给了3个英文字母 HJT， 后来他又补充，把范围扩大到了4个 JPTI。 他说这是阎罗王直接给他的指示，比之前的警告都要严重。可他偏偏不肯把国家的名字直接说出来，只留下这几个孤零零的字母，让所有人自己去猜。天机不可泄露，他是这么解释的。普莱今年还说了一句让很多中立国家听了心里发沉的话。当有人问他全球的冲突会不会越演越烈，会不会滑向那场大家都不敢说出口的世界大战，他的回答很微妙。他说，如果美国内部先乱起来，那场大战反而可能被往后推迟。他提到，美国此刻好几个州都在闹，抗议的浪潮一波接一波，这些内部的动乱对其他国家来说，某种程度上竟然是好事，因为它像一块沉重的石头，暂时压住了那个一触即发的引信。可他话锋一转，又很遗憾地说，战争终究是躲不掉的，就算美国内乱再严重，也只能把它拖延个3到5年。
之后还是会一触即发。而作为中立方的国家，没有一个能真正置身事外。你听，这又和帕克那套内部危机外溢的逻辑隐隐扣在了一起。普莱对下半年的描绘还有几笔让人越听越心惊的细节。他说，天气会走向两个极端，一边是严重的干旱，一边是突如其来的暴雨和洪水，甚至连中东那些一向干燥的地方都可能被大水淹没。干旱和洪水在同一年里轮番上阵，这种极端到反常的天象本身就是一种不祥的信号。而他最让人议论纷纷的一个预言，连他自己都承认听起来太过惊世骇俗。他说，在下半年，那些一直隐藏在人类社会里的存在可能会慢慢的、公开的露出真面目。他甚至提到了一种像爬虫一样的族类。这个说法太过大胆，大胆到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评价。我把它原原本本放在这里，信不信由你自己判断。可即便我们把这些最玄的部分先搁在一边，它关于病、关于水、关于粮食的那几条警告，却是每一条都踩在了现实的痛处上。于是全世界都在猜这几个字母 J， 有人说是日本，有人说是牙买加。 I， 有人指向以色列，指向伊朗，指向那片正在烧的中东。而最让我们这片土地上的人心里发紧的是那个 T 和那个 PT。很多人第一个念头就是台湾， P 选项就更多了，巴基斯坦、巴勒斯坦，还有一个离我们很近，此刻正站在风口浪尖上的名字，菲律宾。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重点聊的第一个火药桶 P 国，菲律宾。你可能会问，一个东南亚的岛国怎么就成了亚洲最危险的地方之一？答案藏在一片海里，南海。这几年，菲律宾和北方那个巨人在南海的摩擦已经到了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临界点。就在今年6月，菲律宾抗议说对方在黄岩岛附近放了一个漂浮的结构物，上面还有人员驻守。他们担心这是要把一片礁石一步一步变成人工岛，变成一座前线基地的前奏。紧接着，4艘军舰在黄岩岛附近和菲律宾的船只对峙。同一个月，菲律宾的国防部长连带家人被禁止入境对岸。要看懂这片海的凶险，你得先看懂对岸是怎么下棋的。他们用的是一套很精巧也很难反击的3层打法。最外面一层是海警的船，穿着执法的外衣，做着逼近的动作。你很难说他们是在打仗，可他们就是在一步步往前挤。第2层是那些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渔船，其实是伪装起来的海上民兵，成群结队，哪里有争议就往哪里涌。出了事，一句我们只是渔民，就能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而在这2层的后面是真正的海军，像一座沉默的大山压在那里，给前面2层撑腰。这3层叠在一起，让对手每一次想反击都觉得无从下手。而这些年，海面上真正动过手的画面一次比一次惊险。菲律宾的补给船被海警的船直接撞上，被高压水炮一顿猛喷。有一次，菲律宾说对方甚至用军用等级的雷射直接照射他们的船员。而最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的是2024年那一次，对方的海警拿着斧头和刀砍向补给船上的水手，有人的大拇指就那样没了。这不是演习，这是真刀真枪。你要知道一个很少被提起的事实，在过去这几十年里，这个巨人的所有周边盟友当中，唯一真正流过血、付出过性命代价的就是菲律宾。更让人不安的是，沟通这条线断了。你以为2个随时可能擦枪走火的国家一定有一条热线，出了事马上能通上话，把误会讲开。可现实是，菲律宾好几次想拨通那条热线，电话那头根本没有人接。而对岸军中此刻正在进行的一波又一波清洗，让军队之间本就脆弱的沟通变得更加不可能。对岸军中的一名军官没有上面明确的指示，是不敢随便跟外人说话的，而那道指示可能要等上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星期。你想想，在一片随时可能出事的海上，2艘军舰近距离对峙，谁都不敢先退，谁也联系不上谁。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沉默。一次小小的误判，一次来不及解释的擦碰，就足以把一切点燃。麻烦的是，这片海上的国家并没有真正团结起来。
东南亚这些国家各有各的算盘，各有各的利益，有的和对岸做着大生意，舍不得翻脸，有的想置身事外，不愿被拖下水。这种各怀心事，让他们始终没能拧成一股绳，去共同面对那个巨人。一盘散沙，恰恰是对岸最乐于看到的局面。美国其实看得很清楚，从日本到台湾，到菲律宾，再到婆罗洲，这一连串岛屿连成的第一岛链，是挡住那个巨人向太平洋深处扩张的第一道墙。守住这道墙，尤其是守住菲律宾这一环，被华盛顿视为遏制对岸的关键。所以这些年，美国和菲律宾的联合军演一场接一场，光是2026年就安排了超过500场各种形式的演训。你想想，当一边在拼命加固这道墙，另一边在拼命想推倒它，夹在中间的那片海怎么可能平静？而菲律宾也悄悄地和台湾走得越来越近，两边的海巡在巴士海峡一带联合巡逻，交换情报，把彼此的安全绑在了一起。而在这条岛链的最北端，日本也早已被绑进了同一条船。日本很清楚，如果台湾有事，那就等于是日本有事，因为对岸眼里的那些争议岛屿恰恰就在台湾的旁边。所以我们看到日本的自卫队开始到那些面对着台湾的离岛去参加伞兵的训练。普莱兹姆里的那个 J 帕克预言中那片8月笼罩日本北部的气体之云，两位预言家竟然又不约而同地把手指点在了同一个国家身上。从南边的菲律宾、越南到北边的日本，再到中间的台湾，这一整条岛链此刻就像一串被同一根引线串起来的鞭炮，只要有一节被点着，剩下的很难独善其身。好，说完 P 国，我们来说那个更安静却可能更要命的 V 国越南。普莱给的字母里其实并没有 V， 这个 V 是我自己把地图摊开，一寸一寸看下来，觉得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一个名字。如果说菲律宾的危险是摆在台面上的，吵得沸沸扬扬，那越南的危险就是藏在水面下的安静，却在飞快的累积。就在今年，卫星影像显示，越南在南沙群岛在整整18道礁盘上27个不同的地点同时大兴土木，他们在填海，在造岛，再把一个一个孤零零的礁石变成能住人、能停船、能起降飞机的据点。有分析说，越南正打算在这些新造出来的岛上，一边放平民，一边放海军陆战队。这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补给船，越来越多的飞机在这片本就拥挤的海域穿梭，而每一次穿梭都可能招来对岸的拦截和挑战。越南这个国家很特别，他一边在悄悄地武装自己，一边又想在几个大国之间走钢丝，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他的领导人一方面要对抗来自海上的压力，另一方面又离不开对岸这个巨大的邻居和贸易伙伴。可钢丝这种东西，走得再稳，也怕一阵突如其来的风，尤其是当中东的战火让全球的燃料供应变得紧张。当那位坐在白宫里的老人让人越来越搞不清美国到底还会不会守护这片区域，越南就更需要小心翼翼地掂量每一步。而越南这几年之所以敢于在海上站直了腰杆，也正是因为他看清了一件事，如果自己不反击，那条圈住大半个南海的线就会一步步压到自己家门口。你可能会问，为什么偏偏是这片海让这么多国家红了眼？答案很简单，这片海底下埋着一整个时代的财富。根据估算，南海底下躺着大约110亿桶的石油，还有多到难以想象的天然气。这还不算完，全世界最繁忙的贸易航道之一就从这片海上穿过，每一天数不清的邮轮和货轮载着全球经济的血液从这里缓缓驶过。谁控制了这片海，谁就掐住了太多国家的咽喉，所以这里的每一块礁石，每一道暗沙才会被争得那么凶。2016年，海牙的一个国际仲裁庭曾经裁定，对岸那条把大半个南海圈进去的9段线不符合国际法。这场官司，菲律宾几乎全赢，可对岸拒不接受这片海的纷争，就这样一直悬在那里，越积越深。而对我们生活在这座岛上的人来说，这片海的意义还要再深一层。全世界最先进的晶片
绝大多数都是从我们这里造出来，再经由这些航道运往世界各地的。一旦这片海，这道海峡乱了、断了，受伤的绝不只是这里的人，而是全球每一只手机、每一台电脑、每一辆汽车背后的整条血脉。这也是为什么全世界的目光都死死地盯着这一小片水域。有人说这里是全球最危险的地方，可换个角度看，这里也是全世界最不敢让它出事的地方。这份谁都输不起的牵制，或许正是此刻让我们还能维持着脆弱平静的一根看不见的绳子。而就在今年6月1号，发生了一件很多人忽略却意味深长的事。菲律宾和越南这两个南海上的邻居，把彼此的关系正式提升到了强化战略伙伴的层级。你听明白了吗？ P 国和 V 国这两个火药桶开始靠在一起了，他们签了备忘录，聚焦海上安全，反复强调南海的和平与航行自由是不容谈判的。当两个相对弱小的国家决定手挽手一起面对一个强者的时候，这片海的温度只会升得更快。那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这里我要把一条很重要的线接到帕克那边去，因为就在今年年初，地球另一端发生了一件事，让整个东南亚的海面都跟着抖了一下。美国对委内瑞拉动手了。这件事帕克其实早有预感，他一直在说，那位坐在白宫里的老人会被一场又一场的危机推着走。委内瑞拉、格陵兰都是棋盘上的棋子。可问题是，当一个超级大国以维护自家后院为理由，对一个弱小的国家直接动用武力的时候，他就开了一个很危险的先例。新加坡当时就深表关切，菲律宾的态度更是微妙到了极点。为什么菲律宾反应这么复杂？因为菲律宾比谁都清楚，今天美国能用强者的逻辑去对付一个弱者，明天对岸那个巨人就能用一模一样的逻辑来对付南海上的自己。强凌弱这扇门一旦被推开，就很难再关上。有分析就直白地指出，看到美国在委内瑞拉的做法，对岸可能会觉得，趁着周边国家还没完全武装起来，趁着这扇窗还开着，在南海做一次武装挑衅，或许正是时候。你看，这就是普莱和帕克，一个用字母，一个用梦，最后拼出来的同一幅画。P 国菲律宾， V 国越南，两个火药桶靠在一起，头顶上还飘着一片被大国博弈点燃的乌云。而这两个火药桶的正北方，隔着一道窄窄的海峡，就是我们最放不下心的那片土地。现在我们把目光收回来，收回到那道窄窄的海峡上。台海9月到底可能有什么大事？先讲清楚一件事，避免时间线乱掉。今年上半年，普莱反复警告的那几个最危险的月份，5月、6月、7月，其实已经走过去了，或者说正在走完。他说过，3月和12月是相对平稳的月份，可年中这3个月是麻烦之最。如今我们站在下半年的门口回头看，那扇最危险的窗并没有带来最坏的结果。可他同时也说过，下半年才是另一波考验的开始。网络的混乱、金融的动荡，还有疾病，这些我们待会儿会细说。而帕克对台湾的担忧用的是另一种语言，他反复提到一个词，意外。他说他感觉到的可能不是那种蓄谋已久、摆开阵仗的正面开战，而是一场谁都没料到的碰撞，可能是2架飞机，可能是2艘潜舰，在某一个谁都没防备的瞬间撞在了一起。而就是这一下看似偶然的碰撞，会像推倒第一张骨牌一样，引发一场远远超出所有人想象的大冲突。你不觉得这个说法特别让人不寒而栗吗？因为蓄谋已久的战争好歹还有预兆，还有时间反应，可一场意外是不挑时间的，它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平平无奇的清晨。为什么9月这个时间点会让人格外紧张？这要从对岸这几年的军演节奏说起。你有没有发现，这些大规模的围台军演已经变得越来越像一部按时上映的连续剧。2025年的4月有一场，年底的12月底又来了一场。那一次，海军、空军、火箭军一起上阵演练的是一整套封锁，切断关键港口，夺取制空制海，还特意做给想驰援的外部力量看。光是第一天
就出动了130架次的军机，其中90架次越过了海峡中线，28艘舰艇在周边活动，好几艘直接开进了台湾的临街区。这样的军演早就不只是新闻里的一个标题了，它已经实实在在地影响到很多人的生活。每一次大规模的演练，往返外岛的航班、飞往马祖、飞往金门的班机就可能延误，可能取消，成千上万的旅客被卡在机场，一脸茫然。这其实就是封锁的预演，先让你尝一尝，当这片海和这片天被人为地搅乱时，日子会变成什么样子。温水煮青蛙说的就是这种感觉，一次又一次让你慢慢习惯，慢慢麻木，直到有一天那条线被彻底跨过，你才惊觉原来早就没有退路了。而这些军演还有另一层更阴险的目的，那就是打一场看不见的心理战。你有没有注意到，对岸每一次军演都要配上一大堆宣传，一张张精心制作的图，把整个台湾围在中间，反复播放，反复渲染。他们要的不只是吓唬几架飞机、几艘军舰，他们要的是一点一点磨掉这片土地上每一个人的意志，让你在日复一日的威胁里，慢慢觉得反抗好像是没有用的，抵抗好像是徒劳的。这种攻心的战术比真正的飞弹还要可怕，因为飞弹打的是城墙，而这个打的是人心。帕克说的那种内部越虚弱，对外越要装出强硬的逻辑，恰恰让这种心理战变得更加没有底线。所以我们每个人此刻能做的其实很简单，就是别让那份被刻意制造出来的恐慌真的住进自己心里。临街区这3个字很关键，过去这条12海里的缓冲带是一条大家心照不宣的线，可对岸正在做的就是把军舰一次一次的开进来，一点一点的把这条线抹掉，让它慢慢变得不再是一条线。他们先是让海峡中线名存实亡，现在又在对那条更靠近岸边的缓冲带下手。每一次军演都是在试探，看看能往前踩多少，而不会招来真正的后果。所以当9月这个秋天的节点到来，当各种政治的、军事的日历叠在一起的时候，很多人心里都绷着一根弦。倒不是说9月一定会出事，而是说在这样一个双方都在极限试探、沟通热线又形同虚设的状态下，帕克说的那种意外，那种偶然的碰撞发生的土壤正变得越来越肥沃。一架越线的军机，一艘抵近的军舰，一次误判，一次擦碰，在平时或许还能压下去，可在火马年这样一个火气冲天的年份，谁又敢打包票？而帕克最让人玩味的一段话是关于对岸内部的。他说他看到那位最高领导人正在进行一波接一波的军中清洗，其规模让外界甚至联想到政变这2个字。虽然我们谁也没能看清全貌，他反复问一个问题，这位领导人到底是在拔掉威胁他的钉子，还是他自己已经露出了虚弱，正在失去控制？这个问题藏着一把理解未来的钥匙。帕克说，当一个权力结构开始变得不稳的时候，那些新被提拔上来的军中人物往往急于证明自己，急于留下一个历史的印记。而在这种时候，制造一个外部的敌人就成了转移内部压力最直接、最好用的办法。这其实不是什么新鲜的把戏，翻开整部人类的历史，你会发现这一招被用了一遍又一遍。当一个政权在内部撑不住了，当经济垮了，当老百姓开始怨声载道的时候，最快让所有人闭嘴，最快让所有人重新团结在自己身后的办法，就是在外面找一个敌人，发动一场战争，把大家对内部的愤怒硬生生扭转成对外部的仇恨。多少个摇摇欲坠的王朝，多少个危机四伏的政权，都曾经走过这一步。而在这套逻辑里，台湾就是那个最危险的出口。当经济出问题，当政治不稳，当权力在内部激烈洗牌，把所有人的目光引向外面，引向一场对外的冲突，就成了一种几乎必然的选择。这不只是一场单纯的战争，这是一个高度集权的体制，在同时面对经济、政治、权力3重危机时，一种近乎本能的反应。帕克说得很直接，一个内部越是虚弱的政权，对外反而可能越是危险。这句话值得我们每个人都好好想一想。其实帕克对这个下半年的担忧远不止台湾一处，
他还翻出了自己很多年前写在书里的一段话，说有一个国家会被一整片气体的云笼罩，而如今他把这个模糊的预言具体指向了日本，时间大约在8月，地点在日本的北部。不过他也赶紧补充，贝叶经文一直强调未来是可以改变的，他之所以把话说出来，正是希望更多人送出善念和祈祷，去减轻那个可能到来的冲击。你发现了吗？这正是这些预言最温柔的一面，他们说出最坏的可能，不是为了让它成真，而是为了让我们有机会让它不要成真。他还提到中东，他说他很早就感觉到伊朗的核设施会遭到攻击，而这件事其实已经以各种形式发生了。他预感在今年3月前后还会有一次非常精准的后续行动，不是大军压境，而是快速的空袭，速战速决。他甚至把这条冲突的线延伸到了也门。可有意思的是，帕克在这一片火光里看到的却是一个转机。他说，这一切的动荡最终可能会催生出一个全新的伊朗，一个女性能拥有更多自由和权利的伊朗。还有格陵兰这个被冰雪覆盖的巨大岛屿会变成美国的一部分。这个念头刚冒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只当是个笑话。可帕克说，这件事的核心根本不是军队，不是坦克，而是一纸又一纸的合约。他说，这背后真正的争夺是石油，更是那些埋在地底下，稀有到能决定未来科技命脉的稀土金属。他预感会有一笔巨大的交易在暗中成型，一场牵扯到北约，又牵扯到对岸那个巨人的混乱的协议，还会伴随着非常庞大的金钱往来。谁控制了这些资源，谁控制了背后的航道，谁就握住了未来世界的方向盘。你看，从南海底下的石油到格陵兰冰层下的稀土，这个世界所有的冲突，说穿了，争的往往都是同一样东西，资源。而在更大的棋盘上，帕克反复提到一个他从很多年前就开始念叨的组合，那个北方的巨人和另一个更北方的邻居会越走越近，联手站到西方世界的对立面。当年他说这话的时候，这两个国家还远没有现在这么亲密，很多人觉得他在说梦话。可如今再看，这两个国家的军队一起走过阅兵场，能源和技术的往来越来越密，那个曾经看起来不可能的组合正一步一步变成现实。帕克说，这才是他最担心的地方，因为这个组合一旦成型，会像在火上浇油一样，让那个巨人在面对台湾、面对世界时变得更加有恃无恐。他也把矛头指向了他自己的国家英国。帕克毫不客气地说，对岸对英国的渗透早就不是在悄悄扩大，而是已经到了过分的地步。他批评英国那些政客这么多年来一次又一次犯着同样的错误，打着经济合作的旗号，把一个又一个关键的产业、关键的技术，甚至关键的国家安全，一点一点的拱手让了出去。他用了2个很重的词，疯狂还有愚蠢。帕克说，有些政客为了眼前那一点点政绩，不惜出卖国家长远的利益，这种事看得他触目惊心。他点出的那些威胁，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记警钟。当一个国家的命脉一寸一寸地被别人捏在手里的时候，危险往往早在战争真正打响之前就已经悄悄降临了。而所有这些危机，在帕克眼里，最后好像都绕着同一个人打转。他反复提到，那位坐在白宫里的老人很可能会用一种谁都想不到的方式继续留在权力的中心。当有人问他，一个人怎么可能连任第3次？这不是明明白白违反了宪法吗？帕克没有笑，他说，正是因为会有一场冲击全球的大冲突，让一切正常的程序都变得无法进行。那些白纸黑字的规矩，在天翻地覆的危机面前，可能就被暂时放到了一边。而这场让一切改变的大冲突，帕克第一个想到的还是台湾。你发现了吗？无论这条线从哪里绕，委内瑞拉、格陵兰，还是那位老人的权利，最后总会不知不觉的又绕回到我们脚下这片海峡。台湾好像成了这个时代所有大事的一个共同的谜底。说到这里，我们就必须聊聊今天最让人震撼的一个预言了。帕克说，他看到的那个庞然大物的结局，不是打赢了谁，也不是统一了谁，而是他自己
从一整块裂成了好几块。这个预言帕克讲了很多年，他说得很清楚，他感觉到那个巨大的国家最终会分裂成好几个更小的国家，而从这场分裂里会诞生出一种伟大的民主，一群像欧洲那样彼此独立却又联系在一起的国家。他甚至提到一段很私人的缘分，他说很久以前，那位被称为国父的孙中山先生，家族里有人曾经来找他的妻子做过通灵，从那以后，他就觉得自己和这段历史冥冥中有一种奇妙的连结。他还预言，在这场巨变之后，真正会站起来引领世界走向新精神方向的是印度，那将是一种全新的带着古老智慧的精神视野。那么触发这一切的引信是什么呢？帕克的答案又一次绕回了那片海。他说，这场席卷整个国家的巨变很可能就是由台湾周边海域的一场事件点燃的。海上先出事，然后火烧回内陆，接着香港会有动荡，蒙古的方向也会有骚动。你看，这条线又接上了。海峡的意外，内部的清洗，经济的崩坏，最后汇成一股谁也挡不住的力量。一场对外的冒险，本来是想转移内部的压力，却没想到反而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好，讲到这里，就要进入今天标题里最让人好奇的那个部分了。3个省最先进入自治。我必须非常诚实地跟你说，帕克本人并没有指名道姓地说出是哪3个省。这3个省是我把它关于分裂的预言和现实里那些早已存在的裂缝放在一起做的一个大胆的推演。所以接下来这一段，你就当是我们一起在地图上做一场思想的实验。如果帕克的预言真的一步步成真，那么一个庞然大物如果真的要裂开，最先松动的会是哪几块？第一块，答案几乎是写在帕克嘴边的，蒙古的方向，也就是内蒙古。帕克亲口说过，动荡会蔓延到蒙古。这片草原有他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化，自己绵延千里与外部相连的血脉。草原的那一头还有一个独立的蒙古国，血浓于水的呼唤从来没有真正断过。历史上，每当中央的控制力一松，这片辽阔的北疆往往就是最先感受到风向变化的地方。一旦内部的那只手因为危机而颤抖，这片草原上被压抑已久的声音很可能就是最先响起来的。第二块，我会把目光投向西边，那片最辽阔也最特殊的土地，那里有着和中原截然不同的信仰，截然不同的面孔，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些年，那片土地上发生的事一直是外界最关注也最揪心的话题。一个高度集权的体制，越是想把一切攥得紧紧的，一旦这只手因为内部的危机而松开，被压得最紧的地方，反弹往往也最猛烈。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物理道理，你把一根弹簧压得越狠，它弹回来的力道就越大。这片土地上积压的能量一旦找到出口，会是何等的惊人。第三块可能会出乎你的意料，我会把它放在南方，放在那片最富庶、最靠海，也最早接触到外面世界的沿海之地。帕克亲口点明了香港的动荡，而香港的背后是一整片经济高度发达、观念更加开放，和内陆有着微妙隔阂的华南地区。当一个国家的经济支柱开始承受不住的时候，往往是那些贡献最多，却觉得自己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的富庶地区最先生出离心。这种心态古今中外都一样，我拼命赚钱养活了一大家子，可我的日子却越过越憋屈，那我为什么还要留在这个家里？历史上，这片沿海从来就不缺独立于中央之外自成一格的底气，它面向的是整个海洋，整个世界。北边的草原，西边的高原，南边的海岸，一个在血脉上与外相连，一个在信仰上与众不同，一个在经济上自成一体。这3股力量方向不同，理由不同，可一旦中央那根绷紧的弦因为海峡的一场意外，军中的一场清洗，经济的一场崩坏而突然断裂，他们很可能就是最先松动的那几块。当然，我要再强调一次，这是推演，不是断言。帕克画出的是一个模糊的结局，而具体会怎么走，没有人能100%说准。我们做这场思想实验，不是为了看谁的热闹，
而是为了在巨变真的来临时，心里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慌乱。其实，庞大的帝国从来不是一夜之间垮掉的，它往往是先从边缘开始，一块一块地松动。历史上那个横跨欧亚的红色巨人，当年看起来也是何等不可撼动，可它真正走向解体的时候，也不过是短短几年的光景。先是那些加盟的共和国一个接一个站出来，要求更多的自治，接着是要求松绑，再接着几乎是一夜之间，那面曾经让整个世界仰望的大旗就从克里姆林宫的上空悄悄地降了下来。所谓进入自治，往往就是这场大戏的第一幕，它不是终点，而是一连串骨牌倒下的起点。帕克反复说的那个分裂成好几个国家的结局，走的很可能就是这样一条由松动到自治再到独立的路。当然，历史从不会简单的重复，那个红色巨人和今天这个东方的庞然大物有着太多的不同，可有一条规律却是古今皆然，任何一个把权力和财富都高度集中在一个中心的庞大体制，它最大的软肋恰恰就是这种集中本身。因为那个中心一旦出了问题，整个体系就会像被抽掉了脊梁，从四面八方同时开始塌陷。所以我们今天谈的3个省，与其说是断言，不如说是在提醒我们去留意那些最先松动的裂缝。读到这里，你的心情可能有点沉重，分裂、动荡、冲突，这些词压在心头，沉甸甸的。可我想请你换一个角度来看，帕克说的这场巨变在他嘴里其实有一个很不一样的结尾。他说，那不是一场走向毁灭的分裂，而是一场走向新生的阵痛。从那片裂开的土地上，最终会长出一群更自由、更像欧洲那样彼此尊重的国家，会诞生出一种伟大的民主。他甚至说，这一切从长远看是充满希望的。所以，恐惧和希望从来都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们今天谈这些沉重的可能，不是为了让你陷进绝望，而是为了让你在看清风向之后，能更踏实地站稳脚跟。好啦，聊了这么多大局，聊了这么多我们普通人根本插不上手的博弈，我知道你心里真正想问的，其实是最朴素的那个问题，那我该怎么办？我一个普通人，面对这么大的风浪，到底能做点什么？这才是普莱和帕克反复强调的重点。他们说这些，从来不是为了吓唬我们，而是希望我们能在风浪来之前做好准备。所以接下来，是我从他们2人这半年所有的预警里，替你浓缩出来的2026年下半年，每一个人都应该放在心上的3件事，请你一定听到最后。第一件事，也是我最想先讲的，手边留一点现金。这句话听起来太老派了，对不对？都什么年代了，谁还带现金？扫码、刷卡，手机一碰不就好了？可你有没有想过，这一切的便利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上，那就是电力正常，网络畅通，银行的系统稳定运转。普莱反复警告，下半年会有网络的混乱，会有金融的动荡。帕克也说，那个巨人的经济问题会成为2026年主导全球的头号议题。你想想看，当某一天因为一场冲突，因为一次大规模的网络攻击，因为一场突发的天灾，电断了，网没了，银行的系统瘫痪了，你手机里那串代表存款的数字还能买到一瓶水、一包米、一箱泡面吗？到那个时候，真正能在你手上流通的，可能就只剩下那几张被很多人嫌弃过的纸钞。我不是要你把家当都换成现金，那太极端了，也没必要。我是说，在家里，在身上备上一笔够你和家人撑过几天，甚至1-2个星期的现金，这不是杞人忧天，这是最基本的安全感。而且我还想多提醒你一句，这笔现金最好准备一些小面额的钞票。你想想那个画面，当所有人都在抢购，当店家的刷卡机和收款码全都罢工的时候，你拿着一张大钞去买一瓶水，人家找不开怎么办？那些平时你看都不看一眼的零钱、小钞，在那一刻才是真正好用的硬通货。当一切都还正常的时候，这笔钱一文不值，可当突发状况真的降临的那一刻，它就是你和恐慌之间最后的一道缓冲。这就是普莱和帕克用他们的方式反复在提醒我们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关于健康。
特别是关于你喝进肚子里的水。这是普莱今年说的最具体，也最让人后背发凉的一个预警。他提到了2个词，一个是肺痨，一个是黑死。他说的是那些古老的，我们以为早就被人类战胜了的传染病，像肺结核，像鼠疫，正在以一种新的混合的面貌卷土重来。他警告，未来出现的威胁可能不是单一的一种病，而是把好几种病的特征搅在一起的致命疫情，后果是大量的死亡。而最关键的一点是，他特别提醒，这种病可能会透过水源传播。他甚至建议家里最好装上高规格的滤水设备，对每天喝进去的水多留一个心眼儿。你或许还记得他当年是怎么说中那场席卷全球，让所有人都戴上口罩的大疫情的，就是因为有过那样一次精准的命中。这一次关于水、关于疫病的警告才格外让人不敢轻忽。所以这一次宁可信其有。这件事你能做得很具体，家里常备一些常用的药品，退烧的、止泻的、处理小伤口的，注意饮水的安全和卫生。如果不放心，煮沸或者装上滤水的设备，在人多拥挤、空气不流通的地方，把口罩重新戴起来。这些事做起来一点都不难，可一旦真有需要，他们就是你和家人身边最实在的一道防线。普莱甚至描述过一个很恐怖的画面，未来的某趟航班上，可能整机的乘客都在咳嗽。这个画面希望永远不要成真，可准备永远不嫌早。除了病和水，普莱还提到了另一个连带的风险，粮食。他说，这一年可能会有严重的水患，甚至出现一些类似泥土喷发的异象，而这些天灾会直接冲击粮食的收成，带来短缺，带来物价的暴涨。这其实和第一件事又悄悄扣在了一起。当物价飞涨，当某些东西一时买不到的时候，家里多备一些不容易变质的粮食和日用品，米、面、罐头、干粮，还有干净的饮用水，就又多了一层意义。你看，这3件事，现金、饮水、出行，表面上各说各的，骨子里却是一张连在一起的网。第3件事，关于出行，关于你脚下的每一步，这一件其实把前面所有的警告都收拢到了我们自己身上。普莱那几个危险的字母 JPTI， 还有他反复强调的那场可怕的空难，说到底都是在提醒我们，这一年出远门这件事要比往年多想一层。倒不是说哪里都不能去，而是说当你计划一趟旅行，尤其是要飞越那些正处在风口浪尖上的空域，要前往那些局势紧张的地区时，多查一查，多等一等，把安全放在兴致的前面。他说过，3月和12月相对平稳，如果真有非去不可的行程，或许排在年底会让人安心一些。而对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来说，这第3件事还多了一层更深的含义。当海峡对岸的军演越来越频繁，当那道缓冲带被一点点抹去，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或许都该有一份最坏情况下的预案，不是恐慌，而是从容。知道万一有事，家人在哪里集合，重要的证件、护照、存折放在哪里，随手就能拿到。家里准备一个简单的应急包，里面放上那笔小面额的现金，一些常备的药品，一点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台不靠网络也能收讯的小收音机。这份预案，这个包，你希望这辈子都用不上，可拥有它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它让你在别人慌成一团的时候还能稳稳地站着。现金、饮水、出行，一件关系到你的钱包，一件关系到你的身体，一件关系到你的脚步。你发现了吗？这3件事没有一件是要我们去对抗什么滔天的巨浪，它们全都是最朴素、最日常，你我此刻就能动手去做的小事。而这恰恰是普莱和帕克这2个说话方式南辕北辙的人最想告诉我们的同一件事。面对一个看不清的未来，真正的答案从来不在恐慌里，而在准备里。我想特别跟你说说，准备和恐慌这2者之间那条细细的界限。恐慌是整天盯着坏消息，是心里七上八下却什么也不做，是把好好的日子过得草木皆兵。而准备恰恰相反，它是做完了该做的事之后，那种踏踏实实的安心。
当你家里备好了那笔现金，备好了那些药品和干粮，备好了那个应急包，你反而可以把心放下来，该工作就好好工作，该陪家人就好好陪家人，该睡觉就安稳的睡觉。因为你知道，万一那一天真的来了，你不会手足无措。真正的从容，从来不是因为天下太平，而是因为就算天有不测，我也早已做好了准备。这才是普莱和帕克绕了那么一大圈，最终想送到我们手里的东西。我们回过头，把今天所有的线再理一遍。普莱用他的字母圈出了 P 国菲律宾，也让我们把 V 国越南补了上去。两个南海上的火药桶正靠在一起。帕克用他的梦把那道意外的引信接到了台湾海峡的秋天，又把那场意外之后的结局指向了一个庞然大物的裂开，而北边的草原，西边的高原，南边的海岸，很可能就是最先松动的那几块。这两条看似毫不相干的线，最后都把手指指向了同一个越来越近的年份。帕克说得很明白，对台湾真正的凶险不在此刻，而在2027年前后，那才是风险真正陡然升高的时候。而对岸的军队也早就把它现代化的关键节点定在了同一个年份。预言家的直觉和冰冷的现实，在2027这个路口竟然诡异地重合了。其实你我都不是第一代面对乱世的人，翻开历史，每一个看起来天塌下来的时刻，总有人在慌乱中失了方寸，也总有人在同样的风浪里，因为早做了准备而稳稳地站住了。差别往往不在于谁更聪明，也不在于谁更有钱，而在于谁在平静的时候多留了一个心眼。2026年的下半年，如果真如普莱和帕克所说，是暴风雨前那段短暂的平静，那他给我们的其实是一份珍贵的礼物，一段还来得及准备的时间，别浪费它。所以2026年的这个下半年，在很多人看来，或许就是暴风雨真正来临之前那一段短暂的还算平静的日子。我们该做的不是躲进被子里发抖，也不是挥着手说这一切都是危言耸听，我们该做的是在这段还来得及的时间里，把手边的那点现金备好，把家里的饮水看好，把出行的每一步想清楚，把该准备的应急包准备好，然后抬起头，平静地看着前方。普莱在今年7月之前说他收到了指示，要暂时闭上嘴，不再对外公开预言了。这件事本身就很值得我们玩味。是不是有些话说到某个份上就不方便再说下去了？还是说他只是想在这片喧嚣里让自己安静一下？我不知道，可我知道的是，无论这些预言最后应验几分，我们对这个世界多一分清醒，多一分准备，我们就多一分从容。风会怎么吹，浪会怎么打，我们或许无力改变，但我们手里握着的那把伞，那双鞋，那份镇定，永远是我们自己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这些话对你有一点点帮助，别忘了把它也分享给你在乎的人。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地走过这个不平静的下半年。